때문에 결국 너에게 잊으려 하고 있었다는 것도 잊혀져야 잊은 거겠지. You gotta give me time, I ain't perfect but I'm trying to race it perfectly. 돌이키려 하면 너무 먼데 돌아보면 넌 언제나 없게 돼. 지울 수는 없겠지 미워하는 나에게 그 추억이 너무 완벽했기에 But I try again. 사랑에 빠질 때보다 그 사랑에서 빠져나오는 게 훨씬 어렵군. You make me live and die again. I'm not alive without you. Hello，班里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冬至快乐，朋友们。 그래야 나니 고백 이러는 너인가요 이러는 너인가요 다음을 떠나는 난 인간처럼 I need you I need you I need you. 여름밤의 장마처럼 쏟아져 내리고 다시 오려나봐 기억에 쏘나게 너에겐 우산이 필요할 것 같은데 걱정이 되네 많이 창밖으로 보여 어딘가로 바삐 달리는 차들의 경망스러운 불빛 내 목적지는 묻지 않아도 알겠지만 언제라도 손에 잡히던 이 모든 것들이 다 투명하게 번지고 눈물에 눈이 흐려 돌아보면 제자리 没事，咱先来一个那个，先来个开场，朋友们啊。朋友们，这样式，我给你们唱一个就是比较嗨的歌，好不好？就这个歌一唱，现场瞬间被我点燃。 咱有 MV 开场这种的啊，赶紧奔走相告一下，刘宇宁开直播了，鸭舌鸭脖嘎就点上了。追星这一块讲究的就是有离不开你的生活，点点滴滴，时时刻刻，每每天天都能看到我，无法注视我的脸，元气局太大一点，咋了呢？走得快点，唱2个点，聊3个点。我不相信你一顿饭能吃4个点，啥也都讲，啥也都说，大眼瞪小眼，兄弟们、朋友们、家人们、哥们儿、姐们儿，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你们都得冷静一点，冷静一点。 哇，这个人好像是个病态，多句都很奇怪。我去你的什么娃娃菜！来，把价格先凹出来，帮你点一份外卖。哼，我网速比你快。我的粉丝不觉得我可爱，希望演一个乞丐，哪怕告诉你1+1等于2，你就太厉害了，你就是个天才，别人无法替代。有朋友说怎么又在直播？ 哎，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了，你现在知识还这么匮乏吗？你要不想学，你不想学，你出去。你没听过这句话吗？那我是能卷死我身边的人，我就卷死他。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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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呢，我怀疑你是想暗算我、吓我，要不然埋伏我。我就感觉这些人不是我粉丝，我感觉这帮人在耍我、调戏我，一个血压咣咣的给我气的给我，这得尬死我，这得尬死我。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PB， 我怕影响各位听力，但是让你觉得无比的离奇。有朋友能看到你的16块腹肌，好刺激！你这不叫直播，你是给家人们的福利，而且在这做的给你俩唠。你说有几个人能做到？本故事全靠编造，情绪气氛最重要。咱不像人家几个小时后啥玩意儿你们脑袋接受不到，知道？好了，可以，明白，对，懂，好，是。行，我先挂了，我这不行，我的朋友等不及了。你家洗衣液没了，你上我家倒点啊！家里没大米，家里没鸡蛋，到刘宇直播间领豆油来了。你到菜市场买菜呢？我这是超市吗？跟你拼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我也犯不上吧。我一开门我就说你们找谁啊？进来吧，咱们也没那么熟啊。那个你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叫我的小名。一跃龙门勇猛过人，生龙活虎，穿搭博主，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慢里调音，人见人爱，放天入地，无所不能，流连忘返，余音绕梁，青山积雪，功德无量的罗登兄弟刘宇宁。一键3连。
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啊！给报销吗，老大？什么报销什么？我不知道你们要报销的点是什么？说今天吃饺子，然后你家包点饺子，包括你那个韭菜、猪肉那些东西，什么虾仁什么，我给你报了。现在你感觉摩登兄弟现在就是你看追星，就感觉上班像上单位一样，单位发东西是吧？单位给你发2桶豆油回家包饺子，不太行啊。我说老大积分已经兑换洗衣粉，行，换点啥都行啊。这个没事啊，这个要不积分要过期了啊。有朋友说宁哥，你要是我单位老板，我老板也不至于找不到我。那小姑娘天天上个班，心里想啥呢？天天研究你老板。好家伙，真的是。等我联系联系你单位领导，告诉你老板注意一点啊。怎么循规蹈矩，这是个好问题，迟早能继续。你等我一下，我把那个声卡重新开一下啊，这个声卡有点问题，等我一下啊，重新开一下。嗯哼。感觉好像有点问题啊，今天这个东西好像有点问题，没事啊，因为每隔一段时间不播，然后就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硬件上、软件上的一些小问题，没关系啊。看来就提醒我得多播一播啊，多播一播，这样大家好像就我这个设备也能稳定一点啊。嗯，你们能听到音乐吗？音乐可以听到吗，朋友们？能哈 ，OK。OK， 能听见音乐就行啊，咱们就是今天的这个直播也就会顺畅了啊。有朋友说我来了，我粉上你了啊！我前来报道一下，通过什么渠道？我想知道咱们这个渠道是从哪儿？通过什么粉上我的？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要感谢一下这些渠道，好不好？嗯。有朋友说没有笑声啊？真的假的？
没有笑声是吗？现在呢？现在有没有？有了啊！有我操，没有了，失去了灵魂。好哦，灵魂来了，有了。有朋友说走了，什么走了？有了，走了啊！我还看有人评论，因为我看那个他们剪辑我直播的视频，然后有人就说刘宇宁直播怎么那么土啊？还自己摁笑声，尴不尴尬？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因为你可能不太，就是你吃的东西都不太好，可能偶尔给你吃点这个稍微丰盛一点的，你有点蒙圈，你觉得好像是吃不习惯。就像我第一次吃那个什么冬阴功汤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是爱的人呢，就非常的爱，就是这么回事啊。然后你就很容易，所以你多吃几次，有可能就会爱上了。像包括我像那什么菠萝拌饭、菠萝炒饭那种的，我就吃不了。哦，但是爱的人就非常爱，这咱不能说那个是不是？这不能说人家喜欢喝冬阴功汤和吃那个菠萝炒饭的人说他们土，那也不可以，对不对？只是你不喜欢而已。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咱这更加专业一些，这个就像综艺节目一样。我相信平时很多朋友们你们也看综艺吧？综艺里边就各种特效、各种字幕啊，各种这个一些就是那种，比如说哪怕是这种的啊，我给你找一下，就哪怕是这种的啊，这种的不也很正常嘛？这不很多都是那种综艺里边都会给这些嘉宾有时候加个这个特效嘛。我只能用这一句表达我真情意，用心去印的是爱求你。哎，这都是特效吧啊！我叫流鼻涕，有朋友老大眼睛好了吗？眼睛那个说麦粒肿是吧？好了啊！这前两天这个吃了点那个牛黄上清丸，然后去火，眼睛就好了啊。有朋友老大笑声有回声有杂音，要求太高了吧你？有朋友说样貌变了，怎么回事？你该不会怀疑我整容了吧？你该不就是你觉得是我是变丑了，还是变稍微好看一点了？我不知道啊。说我样貌变了，你该不会怀疑我整容了吧？最近就是有的时候真的在计划这件事儿，但是一直没实施，一直没去实施这个计划啊。因为确实就是最近工作比较忙碌，然后这个导致我就是哪怕说整容了也没有恢复期，
年底事儿更多哦，后面好多晚会录制，好多事儿，我的妈呀，就是非常之崩溃啊，所以也整不太了，有朋友说不要整容，不然会被骂的。不用去在意那些，在意那些干嘛啊？自己好看自己知道。在这个行业里，朋友们，你永远记住一句话：颜值就是正义。这个真的是，你不管这个人脑袋是否空空的，但是只要他有颜值，就可以在这个行业混下去。实话，朋友们。我想看大眼特效，算了吧啊，别搞什么大眼特效了啊！什么时候回来北京啊？我什么时候回来北京需要给你报备吗？今天回的，你把机票给我包了。我说宁哥好像胖了，没胖，最近还真没胖啊。我最近前两天是我有史以来最瘦的时候了。前两天特别就是吃不下饭，然后那个就瘦了很多，也瘦了4斤下去，3天的时间瘦了4斤啊。但也估计是跟那个脱水有点关系。但今天好像今天我是在那个，我今天是起飞之前在机场吃了一个泡面，然后下了飞机又吃了个泡面啊，又吃了个面条。今天反正吃挺多的，一会儿再整点饺子，今天全主食啊。今天哐哐3顿主食啊，这是确实会有点，可能是晚上吃完饺子睡一觉，第二天胖了啊。有朋友直播还是录播啊？录播录好的，我前天在那个外地给录好了，然后今天播放一下啊，大家就开开心心的。今天应该我没猜错的话，按照播放的日期，今天应该是冬至啊。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日子正好，我想应该是冬至吧，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今天那个冬至快乐，然后在家里都陪家里吃点饺子，没吃的可以点个外卖啊，整点。我问你是 AI 吗？哇，现在如果 AI 可以坐在这直播，然后即兴的回答你们这些跟你们互动，我觉得这也够高科技的了啊！我回头再把礼物打开，一晚上把 AI 一开，净赚400块。有朋友说，那个你这个帽子是胡尼克，那你那个什么呢？朱迪呢？这不就来了吗？我就等这个朋友 Q 我呢。我今天晚上这个帽子放在旁边，我生怕没人 Q 这个点，终于有人 Q 了。Q 完，你看，马上把这个节目展示了。这纯纯是我直播的托，他不 Q 这个点，我这个帽子换不上，朋友们，啊，硬换就有点硬，
有朋友说今天吃饺子报销吗？你能不能告诉我凭什么？就凡事咱得讲理，对不对？你凭什么就是凭什么说你家吃饺子我得给你报销？有两种可能啊，第一种可能是我欠你的，第二种可能呢是我上辈子欠你的。你这一世前来这个与我相认，就是为了要回饺子钱，我有朋友说，那我们不是一家人吗？宁哥，咱们不都总说是家人吗？就是一家人吗？咱们一家人吃饭，你妈给你收钱。我是你，打个比方，咱是一家人，我是你哥，然后回家之后，你哥吃个饺，你搁家包个饺，回家跟你哥要钱，你哥是不是一个大肥脚给你踹床上？你给我来个亲兄妹明算账。问题这个饺子我也没吃到，你吃个饺子让我给你报销，凭啥呀？我吃到了，你说咱在一桌上吃，咱们 A 一下是可以的。我啥也没吃到，你让我给你报销，凭什么？你长得漂亮啊？你给我来一个颜值即正义，有颜值在这个世界上就能吃得下饭，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浮生若尘摆渡尘世悲欢，惆怅浩瀚无边岸，情至此挥于长短，宁可一生孑然，天涯路多少去而无返。花明月暗，怎舍得不相看？面如花灯照夜阑。有时候宁哥，你笑的时候眼睛有褶子了。好扎心呐！本来我今天心情很好，朋友们，我真的打算说，刚才那些咱家这些朋友们直播间在吃饺子的朋友，我真的是准备给你们饺子钱给你们报了，就因为刚才那个朋友说我笑起来脸上有褶子，导致我现在心情很压抑，我就觉得有一种岁月不饶人的感觉。谁脸上不是谁一笑脸是面部是僵硬的，我特别好奇啊，那得打多少肉毒啊？谁一笑脸上是一点皱纹没有？那其实这个很好解决，打点肉毒就解决了，这个很简单的，也花不了多少钱。那个钱对于说你当艺人来说，其实就是属于一个基本的日常维护啊，对，花不了多少钱的。但是我做演员吧，就尽量就别做这件事儿啊，就是你还是让你的面部肌肉是活性的。有朋友说 call me， 我去 gas 他。有朋友说你的皱纹给我迷成狗屎了，你说迷成狗了，这个是可以说可爱的，但是为什么要加个后面那个字呢？也没必要这么卑微，看个我直播不重要，不，我这直播不重要啊。什么叫
你的皱纹给我迷成狗屎了。犯不上啊，姐们儿。虽然我这朋友绝对是特别好，不是说不会说话，他感觉刚才说宁哥心情不好，他想就用一种就是自嘲的方式来逗我开心，让我觉得心里有平衡，然后他很善意的，但是尽量不用这么善良。谢谢你啊。我手滑多打了个字呗，那有可能啊，但没必要啊，有可能，但没必要。当然，我知道开玩笑的嘛，开玩笑。有朋友说那个北京冷吗？北京还行，不是很冷啊。但是我突然觉得北京和丹东的那个我们老家的那个气温差不太多啊，感觉上啊。有朋友说好多怎么回事啊？秘密啊，回头你们就知道了啊。就是前2天是干嘛了？这个朋友看我落地那个杭州了啊，落地杭州了。我看网上还有造谣的呢，说我去杭州干啥去？我没有，我去的是横店，我是落地杭州，然后去横店拍东西。去横店拍东西，然后拍了2天。啊，不是客串剧啊，是我自己的东西，然后那个拍了2天，然后今天回来了。之后的序字母循轨道去，这是个好问题，有什么迟早能继续？拍啥了？到时候你们就看了，其实也是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儿。然后那个就回头你们就知道了啊，用不了多久。现在在制作当中的，不着急。有朋友说刚刚那个气泡音绝了。也不怪有些人说这个追星都是盲目的，我刚才就这个声音，朋友们啊，我刚才是有朋友听到之后，哇，太有磁性了，你这个气泡音绝了，你啥都能捧啊。有朋友说爱是一叶障目，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也就是我确实一般是吧？一叶障目就意思都喜欢我都瞎了眼了是吗？是因为叶子把这个眼睛挡住了之后，然后所以你才有爱的是吧？睁眼看就是有点难受。这话说的不好，你是好意，但是说的不好的话啊？什么叫宁哥喜欢你属于一叶障目？我这是一叶障目，好像也不是什么好词儿吧？应该说慧眼识，对，哎，有朋友说的很好，有朋友这个成语用的非常棒啊，慧眼识珠。有朋友说叶公好龙，你去你的啊！有朋友说爱是染个头发，你要不？他说老大能染个头发吗？啊，爱是井底之蛙。你们成语这块不会用，我学历不高，朋友们，我丹东烹饪2技校毕业的，但是我用成语也不至于像你们这么离谱。爱是井底之蛙，什么玩意儿？也就是你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是个女孩或者你是个男生，你喜欢了一个异性，然后你对自己的爱是平点，就是最后你会跟你的对方说，我爱你是因为我是井底之蛙。你的日子是过不下去，肯定是。
有朋友说宁哥你能染个头发吗？我有一阵不是染了个白头发吗？啊，染了个白头发嘛，就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啥呢？就是这阵儿我染头发倒是也是可以，但这阵儿染不了的原因是后面全都是各种晚会啊，全是各种晚会。晚会这个地方，朋友们，你可能对这个行业有一个不太了解。我们作为艺人也是有一些就是行为上的规范的，比如像上一些晚会，你的头发的颜色是不可以是奇装异服的，你不可以是那种花里胡哨的，比如白的、黄的呀、红的呀，这种都不行啊。尤其男的，尤其男艺人，千万不能娘了吧唧的，就是上节目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要求。所以呢，就是之前我也染过头发上节目啊，上节目，然后之前上台之前都喷黑，弄那个喷头发那个颜色的啊，喷黑之后呢，然后那个时候是上的那个你好星期六嘛，上的你好星期六上去之后，那个他们你好星期六最经典的游戏玩法就是泼水。那天录之前我说，那天下午彩排的时候，这帮那个嘉宾老师们就看到我了嘛，看到我说，哎，宁你这小宁你这那个头发怎么是这个黄色的？我说是啊，他说哦，他说晚上你是喷颜色吗？我说是，晚上给喷一下，要不正常上那个湖南卫视怎么可能有颜色对吧？然后晚上开录之前我就喷上黑了嘛，然后录制过程当中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各位老师们，我这个人是玩得起的啊，但是我这个头发是那个喷的黑的，你直接泼完水我满脸流黑汤，满脸都是黑汤。我倒也不是怕说丑或者怎么样，或者是就是因为我流完黑汤之后，我整个这个白 T 恤估计都是黑的，所以而且这个头发变成黄色了，咱这个节目是又得停，还得往上喷，所以尽量就是少喷，少洒一点水，少喷点水啊。所以就比较麻烦啊，上什么节目啊，拍摄什么东西都需要给他把那个颜色弄回来，所以就暂时就不染了，黑头发也挺好的。有朋友说井底之蛙是爱是井底之蛙的意思是只能看到你吧。哦，他还帮那个朋友往回找我呢，他还帮那个朋友解释说，宁哥，他说的井底之蛙是意思就只能看到你。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我给你囚禁起来了，有一种好像我把你们囚禁起来，不让你们去看外面的世界，然后让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你头顶的这一片天就是最美好的。那不要，我尽量我还是让你跳出井外，你去看看这个世界。你看完之后还是觉得我这块 OK 的话，我觉得那个才是我想要的东西。有朋友说，宁哥你能念下这个吗？然后他打了一番字说，宁哥你能念下这个吗？然后后面接了个尾句说，刘宇宁跪下。你咋了？我不知道啊，我可能看错了啊，但是他写的是这个，就是你能念下这个吗？然后写了个刘宇宁跪下。你是不是黑粉？你是黑粉吧？混进我直播间来挑衅我，你让我跪下干嘛？是跟你求婚还是祭拜？我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个啊？
这是啥意思？让我跪下？放肆！有朋友为什么要念这个呀？不用理呀，没事儿，就玩嘛，直播嘛，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互动嘛，所以你们在公屏打字我都是能看到的，然后也希望你们就是多多互动啊，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那个什么，很多朋友看我直播，就是可能也就挂进来，把号挂进来啊，然后那个我整场直播可能看他也看不了，有些朋友能坚持说从头看到尾，有些朋友说半道进来看一会儿就走了，但是一句话不打，一句言不留啊。瞅他妈说的就是你，哎，我说的就是你，天天看完之后一句话不打，也不给我留个言，不给我互动一下，对，就你，啊，自己心里有点数啊。有朋友互动了又不回我，我好伤心呐。你买彩票你还有不中的时候，你对彩票再也伤心吗？嗯。发了很多都不理，没有因为它主要的是主打一个气氛。打个比方，你没看过，朋友们，你们没看过演唱会或者是看过一些演出吗？啊？你们就是打个比方，台上有一个歌手唱完一首歌，因为那个歌手没有跟你抛媚眼儿，你就不鼓掌了，啊？哪能那样啊？主打的是一个捧场气氛啊，是不是？这主打一个气氛，你来了就多多互动，咱们这个气氛就嘎嘎就上来了，是不是？你在那好像你打完字，你鼓完掌之后，你的意思就是我在舞台上我是个歌手，我唱完歌你给我鼓掌，我还要给你鼓个掌，啊，你有参与感，玩起来啊。录播看不到我们说话，对，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录播，但今天就是录播，所以有的时候跟你们互动都是胡说八道，你们不打字也就罢了啊。嗯。朋友说我闭眼聆听的。你是被一叶障目了吧？看我直播得闭眼聆听，哦，你估计是人家是一叶障目，你估计敷2片黄瓜，看我直播敷面膜啊，可以，也算是一个消遣了啊。有朋友真是录播吗？是录播啊！因为确实现在此时此刻，其实朋友们，我想说，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今天应该是冬至啊，所以祝大家冬至快乐。现在此时此刻，我正在横店啊，正在横店拍东西呢啊。这场戏，不是这场戏，这场直播是录播啊。有朋友说我都粉你1年了，谢谢你啊！你都粉1年了，还算比较的长情了，因为都说3月聚粉嘛，我都不知道从哪听的词儿，说有个词叫3月聚粉，啥意思呢？就是好像这个剧从播出到结束，然后就是爱上这个演员或者爱上这个艺人，3个月就换下一个。有很多朋友说1年了，那说明你还是比较的可以啊，谢谢你。有朋友我3年了，有朋友6到7年怎么办？6到7年怎么办？因为咱家很多朋友真的是粉了我6到7年了啊，有可能还有更长的朋友，有可能已经甚至有10年的了啊，咱家估计有认识我10年的左右的已经有了，然后6、7年的比较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那个6、7年前刚刚的火。6年前刚火啊，我就出道不到6年嘛，6年前刚火，所以那个时候认识我比较多，所以6年怎么了？6年反正你多加注意一点，因为无论说什么情感也好，有一句话叫7年之痒啊，你最近注意一点，你最近尽量是别出去瞎溜达，你很容易在这个期间啊，7年这个时候导致你爬墙脱粉
啊。7年之痒这个事儿，确实是不是一个什么呢？不是说一个空穴来风，确实是。无论是你的这个爱情也好，像咱们这种友情也好，都容易这样事儿啊。吉他我在练习，钢琴也在练习，可是我想练习，我感到提醒。这一天我遇见你，那么快不停。你否前后连续，怎么循规蹈矩？这是个好问题，为什么迟早难继续？这一天我遇见你，想你这一句，你的四句像个谜语，让我踏进无处迷离，这种感觉。今天喝的啥？我今天嗓子上不舒服啊，因为我后面也很多那个啥，很多那个演出啥的，我就点了一个梨汁啊。有朋友说我后悔没早点认识你。听到这个朋友说这句话，我真的很感动。其实很多人生都有那种所谓的遗憾。其实我相信他在想，如果我早点认识刘宇宁的话，我就可以在酒吧里花50块钱点他唱一首歌了。又或者在他做厨师的时候，我可以吃一份他亲手给我炸的远杂肉。又或者在某一个饭店里，我去吃饭的时候，他可以全程为我服务。还可能在我在刘宇宁卖衣服的那几年当中，去买几件女装，让他夸我穿这件衣服真好看。所以遗憾没有早点认识他。有朋友，你一煽情我就犯困。我哪里煽情了？哦，可能你就确实是缺觉了，你要不你去睡觉去吧，要不你睡会儿吧。几点？7点钟睡觉，你的觉挺早，你明天早赶早事啊？你早上市场那边卖菜便宜。哦，你要困了早睡吧，早睡你赶早事去啊。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懂不懂我说什么？我们东北那边有早事儿，早事儿不是说那个。不是那个挑衅那个早事儿，就是早上的市场啊，叫早市啊，就是那种早市，就很多那种从那个地里先拉出来的那些那个大葱啊、蔬菜都很新鲜，然后卖的也蛮便宜的啊。赶早市儿一般都是早上5点钟、6点钟就出摊了，然后卖到7、8点钟他们收摊那种的啊。睡吧。说明白就是赶早集，对，就赶早集的意思，嗯。你愿意陪我一起赶早市吗？我就不去了，因为我给朋友们直播呢。今天我给朋友们直播呢，所以我估计得熬个小夜。你先睡吧，啊，你睡吧，明天早上你自己去吧，我就不去了啊。那个去吧。有朋友10块钱各种早餐管饱，以前是，现在好像没那么便宜了啊。以前就是我那个时候我赶早市，因为那个时候总是我奶奶带着我赶早市，然后就
每次去都好开心，因为我们是大清早走去，路程大概需要走40分钟，也没有40分钟，30多分钟吧，不到40分钟走到那个市场。然后丹东的朋友知道，就是锦江山那边啊，锦江山下面那条道是早市嘛。然后在那儿每次去赶早市，就有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就是可以吃一碗拉面啊，吃一碗拉面。那个时候那个早市集市里有一个摊儿，早晨会有那种拉面，2块5一碗。然后我奶奶就开始先让我去买东西嘛，我带我买东西，然后她就买了一些菜之后，我就在那个摊儿里吃拉面，她就去逛，逛完之后我吃完，她过来接我们回家。就每次，然后包括走的时候，从那个早市走的时候，就会去买一份，就是那种2块5一份，然后一笼那个小煎，叫那个叫什么小煎包，是叫小煎包吧，还是生煎包？就是特别小的那种生煎包，还不是对，就是水煎包，但是是小的那种的啊，就觉得很开心。轻轻唱，谁的泪水静淌，那些年华都辅佐过往，他们依依着彼此说好要面对风浪，又是一地枯黄，枫叶红了难眠秋霜，这场故梦里人生如戏场，还有谁登场。有朋友听着都感觉幸福了，就是会有一点以前小的时候很多东西你是回不去了嘛，然后小的时候的感觉也回不去了，不过想起来都是很美好的回忆啊。有朋友说丹东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丹东挺好玩的，朋友们没事可以在丹东去旅游啥的，然后，就你想山山水水都有，凤凰山啊，然后看水有好多地方，我们那什么河口啊那种的，去吃那种农家菜啊，然后看看桃花呀，到了一定的季节看桃花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歌你们听过吧？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说的就是我们丹东那个地方啊，就是河口。那个时候有那个腌红桃，那个季节挺好的，10月份左右吧，可以去丹东去吃那个。然后12月份的时候，你可以去了，吃丹东草莓，应该现在这个丹东草莓应该是最好的时期啊。也可以到丹东去泡温泉，丹东那个五龙背那边有温泉，然后温泉也挺好的，去泡一泡。然后就是它那种，因为可能很多南方朋友去会更加新鲜一些，因为丹东也属于东北洗浴的一个，就是东北洗浴这块也做的可以，所以就是可以去感受一下东北洗浴，然后泡泡温泉什么的，挺开心的也啊。我说宁哥，你去泡吗？咱一块儿去泡。你们就天天这么调戏我，你说我脸能没有褶的吗？我这个褶的啊，里边充满了无奈。你说我，你说你一个小姑娘啊，你说你一个小姑娘，你在网络上跟一个陌生男子说一块泡温泉，你让你妈知道，你得不得打你？我就特别好奇这件事儿，你能不能就给你妈叫过来，说妈，我想跟那小伙一块泡温泉，你看你妈抽不抽你？你说我很无奈，你说我怼他吧，好像我很小气；我不怼他吧，好像我同意了这件事儿，我好像还很开心啊。咱不是朋友吗？朋友就可以一块泡温泉啊，我就不去了，你们去吧啊！我不爱洗澡这个人啊。有朋友说，你要是没有这个褶子，我对你啊，
对你的喜爱至少得少20%。真的假的？我刚刚发微信跟我工作人员预定了一下明天的这个肉毒。我说今天直播有粉丝嫌弃我有褶子，我明天要打个肉毒，给这个脸上就是这个褶子消除一下。结果我刚发完消息，预定好了哦，就是这个药已经推出来了，药已经打开了开瓶了。你告诉我，宁哥，如果你打了这个肉毒，我会对你有20%喜欢的损失。行，我为你我不去了，好吧，我为了你我不去了，我就是纯纯的，不去了。有朋友说一会儿宁哥你有热搜了，就是刘宇宁不爱洗澡。很多话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说开玩笑，那没有跟团队预定啊，开玩笑的。然后那个啥，有朋友很多话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它是一个特定情节上，我因为是现场有这个观众朋友说要跟我一起泡温泉，我说我不去了，我不爱洗澡，我就是用那种，我不能就是因为正常的话，比如说你在马路上遇到一个女孩也好，男孩也好。打个比方，你是个男的，你在马路上遇到个女的，你说，哎，咱俩一块泡温泉去。俩人可能都素未谋面，然后呢，你跟人女孩说咱泡温泉去，人得不得说一句滚？滚！人得不得说一句，神经病吧你啊，有病吧你啊，得不得骂你一句？但在这里呢，我又不能骂，所以我只能委婉的去说，我说，哦，是我的问题，那个你找我泡温泉，我不去的原因。跟你没关系，但是因为我这块呢，确实我从小就不爱洗澡，理解一下。哎，他这样是不伤人，你知道吗？这是在这个以后你们在工作当中或者学习当中，或者以后上班了、工作了，跟所有人交往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一个语言上的逻辑，你不能明着拒绝。比如说你单位有个男同事想请你说晚上带你一块去吃饭，你说哎，请你吃个饭或者什么，人家肯定对你有好感嘛。你说滚，不吃，你肯定说我今天没时间嘛，对吧？你不说滚，不吃，滚，你长那么丑还给我吃饭，不可以这样的啊！所以就我没时间啊，客气的就不要太伤人嘛啊，就这种的。所以我刚才说我不爱洗澡那个事儿，也其实就是怕太伤你了，就是婉拒了啊，婉拒了，我不爱洗澡啊，是我的问题，跟你没关系，你洗吧。你爱洗澡，你好好泡泡。我有朋友说对水过敏，我对水过敏，好像还真我当时我听谁说真有那个人对水过敏啊，所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朋友说我对饭过敏啊，别再胡说八道了，就是你这辈子没吃过饭，一吃饭过敏。有朋友说我对钱过敏，你对钱过敏是啥意思？你对这个钞票过敏是吧？那现在都基本都数字支付了，所以也没事儿你不能说你打开你的这个微信、支付宝啥的，你一打开里边有零钱，你一看过敏了。那你看数字都过敏吗？那你就把这个钱捐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好不好？你这个是有点离奇了啊。有朋友说是我打开那个微信看到支付宝的余额的时候我吐了。你真是视金钱如粪土，你好像看到这个余额，你好像看到了粪土，高尚。林哥3缺1啊，你喊我打麻将去啊？
我不太会，我不太会玩。你们玩吧，你们别教我了。你看看你们小区哪个老太太、老头没有事儿，你跟你们玩会儿。你3缺1也叫我啊！你们也实在叫不来，你仨斗会儿地主吧啊！打扑克吧啊！轻轻唱，谁的泪水轻淌，烟花一场，鸟儿去飞翔，人生后哭号是喊着也追不上。有时候评论挡上你的眼睛了，挡上你的脸了，不会吧？你看的是啥？你是用 Pad 看的吧？哦 ，Pad 看的应该是它是那种弹幕式的，是吧？但Pad 可以关弹幕，但尽量不要关，因为现场有很多朋友，现场有很多朋友都在打字啊，跟我互动，或者你们之间也有互动。因为我看有的时候我去劝架的时候，你们都会在公屏上在那儿打麻将。所以呢，其实现在呢，很多就是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是，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都是很孤单的。所以，当你看到我直播的时候，其实来自全国各地有好多跟你一样孤单的人也正在看我的直播。所以，你可以跟这些所有孤单的朋友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可以把你的故事打在公屏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你就可以不太孤单了。有朋友说你有故事我有酒，来吧。你是酒懵了，你想喝你就直接喝就完事儿了，别拿别人故事就酒行吗？你直接喝你的啊！人家本来有故事，人家就很难受了，你还要扒人伤疤，然后你还要喝酒，直接喝啊！思念化成风，划过了长空，闯进我的梦里。聚散的真意，离合的定义，那未结局。朋友们，我不骗你们啊，我跟你们说点实话，我跟你们说点实话，就是我真的想，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应该跟你们说点实话，我也不顾忌什么艺不艺人啊，或者明不明星什么的。朋友们，我有点拉肚子了，我现在肚子好疼，我想去卫生间。我刚才一直在转移我的话题，但实在有点忍不住，我感觉已经咕噜咕噜响了，已经，所以灵针起手了，真的是灵针起手了，猝不及防的，我就瞬间感觉好像需要去一下。有朋友说：“哎呀妈，以为啥事儿？没有啥事儿，就是这是人生大事，人生大事，是啊，4声。”你凭什么不给一个理由，然后把我抛弃？你的火焰轻轻这样式儿，朋友们，那我就放个 VCR 吧，好不好？我看看放2个 VCR 能不能。朋友们，这样式儿，我给你们唱一个就是比较嗨的歌，好不好？就这个歌一唱，这一看就是新朋友，这就是没看到我以前的直播。我以前玩的比这嗨，这是哪到哪？我去一去，朋友们啊。
等一下，我得确认这个穿上能播吗？因为我不知道它上面这个印花是一个什么尺度。让我开个大眼给你们斗鸡眼，我这样看得更明显是吧？刘宇宁斗鸡眼来啊！这叫斗鸡眼。我俩说的什么玩意儿呢？说老婆就是爱哭，你叫我老婆，你有病吧你？你是缺心眼儿吧？你是有病！妈！等会我室友打呼噜，你把你的手机声音开大点，快！你现在把你手机的音量开到最大。哎，这位朋友，你室友说你打呼噜，哎，他黑你，他在网上黑你，他说你平时睡觉打呼噜，哈哈。憋死我了！当超级英雄很累，只要这玩意儿这是纯塑料的，去啊！我去看看隔壁怎么回事，等我啊！不是，我怎么那么讨厌你们在那骗我呢？我每次直播就有那几个倒霉蛋儿在那告我上热搜了，我一个瓶盖扔你脸上。七夕节你让你宁哥唱分手快乐，你是不是在报复社会呢？哼，我过不了七夕，你们也别想过，别有这种心态啊！一定要就是我觉得就是人都要善良，你要感激每一个身边过得幸福的人。所以呢，唱一首这个体面。哎，算了，不唱这个了，正儿八经的啊，不闹了啊，不闹了，唱个正儿八经的，叫说散就散。你们困不困？你困你们就说啊，别跟我不好意思。困不困？困啊！困不熬的挺的，我没下播，你困什么困？熬住啊！节目单上的歌没唱完呢，会熬的。弄了一下发型，结果非常的杀马特。狗叫，一般狗怎么叫？朋友们，就是他们的那个叫声是什么呢？是英文，因为他们发音是什么呢 ？F， 但狗是这样的。演把手的秘诀就是什么？得莫名其妙的露出一些坏笑，要不不笑，要不就板个脸，要不一笑就是那种，必须把这个头一低，就是，你不好好学习，你长大你干啥吗？挑大分的，就你挑大分你都分不清几头，还不好好学习，不想上学，你那飘了你喜欢自己去买去，你上我的要好吗？抽奖还抽奖，我家还有单独有房子，你要不要抽奖送出去？有朋友说你这个衣服像泳衣，你说完之后我真的还觉得有点像。指什么东西我基本不会这样指，我说你是不是有病？你是不是有病？我不会这么指，我一定会用手指，我就说你是不是有病？还有什么呢？我来不了。我经历过社会的洗礼这种东西，我自己都能打我自己。我这样给你变成青蛙，我想给你。你这样在我面前，我直接给你变成青蛙，直接给你麻辣了，给你。有很多朋友问说今天这是什么造型啊？我跟你聊不了太深的这位朋友，你呀，就是这种高级直播，你有点看不懂。这是最时尚的一个直播间，非常的 fashion。一键三连，关注我的微博，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宁。卡点儿。First things first, I'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I'm fired up and tired of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Second thing, second, don't you tell me what you think that I can be. I'm the one at the sail, I'm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 the master of my sea. Oh, ooh. I was broken from a young age, taking my soak into the masses, writing my poems for the few that look at me, took me, shook me, killing me, singing from heartache, from the pain, taking my message from the veins, speaking my lesson from the brain, seeing the beauty through the. Hey, you made me a believer, believer. Hey, you made me a believer, believer. Let the water smile, let them rain. My love, my
Waking up in the cloud, falling like ashes to the ground. Hoping my feelings, they would drown. But they never did, ever did, ebbing and flowing, inhibited, limited. Till it broke up when it rained down. It rained down like let me out, believer.就朋友说吃完了，吃完了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说那个是吃坏肚子了吧？你是想说，哦，你说吃药吃完了吗？是吗？Call me， 我去干死他！我上个厕所，他问我吃完了，我要干死他！不行，这是错的，因为他在跟我开玩笑啊，但是一点都不好笑，你很没有礼貌，不开心，下次不要这样闹，不爱看你就去睡觉，不要觉得自己很搞笑，这样真的很无聊。这不还押上了，挺押韵。我有一个问题，热搜19了，是刘宇宁不爱洗澡吗？我去瞅一眼。哦，刘宇宁直播啊！思念化成风，划破了伤口，闯进我的梦里。聚散的真意，离合的定义，那未解之谜。你凭什么不给一个理由，然后把我抛弃？你的火眼睛睛看不出眼里的忧郁，还不能够从你的梦里苏醒。我还没有朋友说宁哥热搜了，你把帽子弄正一点，正经一点。这已经来检查我的仪容仪表了啊！好了，好正经了啊！把扣系上，要不我扣系上，领带扎上啊！有朋友说是喝梨汁，没有，因为我今天开播之前我就肚子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就想说喝点梨汁是不是能好啊？结果就正好就是没事，不用担心我，没事，我经常的。思念化成风，划破了长空，闯进我的梦里。就喝这个喝的，胡说八道。聚散的正义，离合的定义，那未解之谜。还不能够从你的梦里苏醒，我还没有从你手上的躯体，迫不及待问你，是否留下我的足迹？还来不及。没事啊，没事，无所谓，就是因为前2天出门嘛，可能有点水土不服，回来拉个肚子，多上厕所也挺好的，挺好的，无所谓了，直播总是这么突然，就是不太想去预告，因为我一预告吧，大家好像对我的直播，我就怕大家对我的直播有一些期待，就是好像是今天晚上会看到什么精彩内容什么之类的，
但问题是也不精彩，所以就很随机的去播嘛。然后大家凡是看到我播了，可能我们家朋友就会觉得哎挺开心的，宁哥又上来直播了，然后他们就会有惊喜的感觉啊。有朋友说，我就觉得今天晚上99%的播，啥意思？你就是你现在有预感了，已经是能预感到我今晚播，是不是？我觉得是对的，这就叫吸引力法则。你越想的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就越容易成，特别棒，挺好的。但是一定是正念啊，正向的东西才行。好的，这个朋友不是说，就是你是想说你的预判很准，是不是？那行，那我现在下播，告辞。不能让你太准。思念化成风，划破了长空，闯进我的梦里。有朋友说，老大，北京卫视播放你的歌，你知道吗？我知道，我有时候能刷到一些，就他们说那个，我看北京卫视他也会开一个直播嘛，他背景音乐好多都用我的歌啊，也非常感谢，我的荣幸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北京卫视，这个也放了好多我的歌，也算变相的去帮我宣传了我的歌啊，荣幸荣幸，将月光埋藏，来吧，奋不顾身一场，用尽所有信仰。来吧，展现你的锋芒，别害怕受伤，天地间翱翔，奥地于云霄之上。水一点一点，滑落在指尖，快擦干眼泪，在风雨来临前，无尽的黑夜，梦连绵不绝，是要守护的硝烟。睁开眼，你的自己重现，一瞬间为故乡。我会说你能不能表演个喊麦，我就算了吧。老大你会喊麦吗？我不会，不太行我是个说唱歌手，我是个 rapper， 你也是个 rapper， 他也是个 rapper， 你们都是 rapper， 可我也是个 rapper， 我可以的。给我 rap 一段吧。等一个，这个算不算？这个算说唱吗，朋友们？这个属于这个算吗？这个朋友们，就当它算吧啊。因为我一会儿可能要摇头，怕那个帽子不严实甩飞了，把这个扣紧一点。五星声大马，朋友们，你们在那个电视机前，不是电视机前，手机前跟我一块喊啊，跟我一块咱们喊起来。rapper。OK。
下，等一下，我要把这个音效调一下。嘿啊！我听闻世事多无常，月下点燃一缕沉香。啊啊啊！呜。无牺牲大梦，义无反顾破晓的刺痛，死灵一样却为我歌颂，热血纵万无限深空，是否对错有人自沟通，进化血月似蓝夜空，我把怒吼锤炼成刀锋，这番逆着呈现，大的狂歌走一遍，爱情愁看不上半，茫茫天地间，我席地而坐，生生大漠为我解惑，天地无极见我三昧神荒，是修罗也是因果，言而离深意，无以改天地，思想混元气，有人逆天命也，真相是天地万物为出口，不要再共振还手，谁只是片刻间，不再是我。就算道路崎岖，群山巍峨，迎风呼啸的是我。会唱朋友们一起唱好吗？无牺牲大梦。热血纵万无限深空，一身傲骨埋葬于滔滔江水，叹众生无畏。天生我材六月飞燃烧我，他们说是我种下的苦果，跟海的人总把被海吞没，命运一边撕扯，一边锻造我，所以昙花夜色岁月凉薄，够执着磐石也能修成佛，命硬的人总被心软折磨，天地间岁月蹉跎，叹众生奈何。心里摸到颤抖，闭眼口是云雨后，生死纠天长地里，无绕不尽愧疚。咱们说星球梦系，看好当天地，有顽固的旦夕，与离兮为敌。因是破天，羽化问仙，福海入深。千言立在天。人是我，就算魂飞魄散，赴汤蹈火，周而复始，踏山河。无牺牲大梦，是对错有人自沟通，尽管却似蓝夜空，我把怒吼锤炼成刀锋，是否对错我定义不同，一身傲骨埋葬于滔滔江水，叹众生无畏。天生我材六月飞燃烧我，他们说是我种下的苦果，跟爱的人总把被海吞没，命运一边撕扯，一边锻造我，所以繁华夜色岁月凉薄，但执着磐石也能修成佛，命硬的人总被心软折磨，天地间岁月蹉跎，叹众生奈何。
有朋友说还得是你唱，什么意思？我看看网上那天那个什么嘛，就是那个是尖叫之夜是吧？下面有台上有几个很棒的这个歌手在台上唱歌是吧？然后唱了那个《无心生大梦》。我看了，有朋友说好想看看，好想看看宁哥在台底下看别人唱他歌的感受啊。但是那天那啥，那天正好那个节目的时候，其实正常那个地方应该把那个镜头正常那个镜头会切给我的，但是那天正好啥呢？正好我去外边去补妆去了，因为我后面有那个我在那坐了一会儿满脸都是油，我出去想补个妆去，然后我就出去补妆了，然后正好我在外边的时候听到这个歌了，所以那个啥啊，那个也挺神奇的。没有出去补妆去了。浮生若身摆渡尘世悲欢，惆怅浩瀚无边岸。你说别唠，先唱。那个我明年的时候会开演唱会的，你这么喜欢我的音乐，明年如果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演唱会啊，谢谢啦。但是我想说，其实我看好多朋友在网上评价那几个歌手，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不知道，因为我可能，我觉得人家唱的很好。我说实话啊，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那几个歌是很难唱的啊。第一是那个歌很难唱，第二呢，那歌也不是他们的歌啊。那几个歌真的很难唱哦，就是很难控制的。第三是什么？我想说什么呢？我说的是第二了是吗？啊，第三我想说，我觉得我要给这几个歌手点赞，因为其实很多环境它的声场其实不适合现场演唱的，包括氛围啊，但是他们敢于真唱啊，我为那几个真唱的那个歌手，我给他们点赞啊，我觉得他们能称之为歌手，这是我想说的，其他的我就不想去说了。反正我觉得能作为一个歌手真唱这一点是，我觉得是。也不是说去跟别人对比，我只是对我自己来说，这是我对自己这个职业的一个要求，就你作为歌手，你一定要能真唱啊。多少去而无返。当然发挥怎么样都是我觉得观众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是真唱假唱这个是个态度问题，我觉得啊，态度问题。花明月暗，怎舍得不相看？面如花灯照夜阑，石桥心僧云不散。那堪相思牵绊，宛如大梦一场，古酒一。有朋友说是能力问题，不要这样去。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你再厉害的人，也有发挥好和发挥不好嘛，对吧？所有的都一样，所有的活，哪怕你天天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专门练一样东西的一个人啊，哪怕是无论是什么东西，你专门练一样东西，你总有发挥好和发挥不好的事儿。就像你像你平时每天都在学习，那你考试的时候也有考得好和考得不好的时候吧，对吧？它不是能力问题，有的时候确实是发挥。所以包括那些，而且很多外部因素很多的啊，所以就是还是也不能说宽容吧，我觉得就是还是要看到别人好的一面啊，不能因为一次就所有的事儿，我已经刚才那个话题我们已经过去了，不是说那个舞台了已经啊，我只是想分享，说所有的事儿都是不能通过一件事来定它的成败和定它的好坏，哦，还是要看发现。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挑毛病这件事儿，谁都会挑，朋友们啊，我如果我就不说别人，我说我的话啊，我如果是个挑毛病的人，我会比所有人都尖酸刻薄。就是我能看到的点是你们都看不到的，但是我想说，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去做一个挑别人毛病的一个人，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一直会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哪怕他在别人身上，在别人眼里这个人没那么优秀，但是你依旧能发现他身上的优点，这个时候你其实会丰富自己的很多的内心的想法和思维逻辑，还有一些对一些事物的理解。其实你看到别人的一些好的地方，你就会吸收过来，而不是一味的去批判别人，你去批评别人，去讽刺别人。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去讽刺别人，去批评别人，他会有优越感，因为他是有一种俯视的感觉啊，他是俯视的感觉，他就是觉得，哎，你这个不行，那个不好，这个什么东西啊，他会有一种优越感，他会让自己产生优越感，去讽刺别人、贬低别人的时候都会这样的啊。但是其实你要学会客观的看，你要站在第三视角看一件事的时候，你其实能学到和感受到很多事情的啊。你沿着人间辗转，满是稀罕，满是温暖，才将心碎稀满，以泪消淡。隔世有偿还，落一纸平凡，千山百川不敌茶淡饭碗。你沿着宿命纠缠，半是遗憾，半是期盼。我说宁哥，你突然从一个歌手变成了从玩抽象变成了一个哲学家，你别在这给我捧杀我啊！我狗屁，我是狗屁哲学家，我就是分享一下我的生活，分享一下我的生活，你别搞我啊！别吓死我，还哲学家！你再这样，我去上厕所去了啊！我去上厕所去了啊！世事的心酸，人与梦相伴，遥遥过在你余生的对岸。有朋友说，摩羯眼睛毒，好在你嘴不毒。我跟你说，我嘴老毒了，其实。我说实话，朋友们，我要干个 UP 主啊，真的是我能比他们说的更加的狠。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不好，我觉得这样不好啊！你总去贬低别人，看到别人的坏处的，这个时候觉得你自己很厉害、很优越，去对人指手画脚的时候，其实你永远就在这个位置，真的啊。旁观。就你生活当中会遇到朋友们，我不是给你们上课啊，我没有资格给你们上课。在场的很多朋友学历比我高得多，比我有文化。我只是说很多时候我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一些就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或者是一些感受，分享给你们。你们爱听就听，不听就当我这个说了句废话嘛。其实你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人，就比如说你想做一件事儿，你有一个梦想，你想做成一件事儿啊。在这个世界上比你境界高的人，他一定会鼓励你啊，他一定会鼓励你，他说加油，你可以的，你真的可以，你只要这样做，你只要觉得这个是你喜欢的，你希望的，你一定就能做成。比你境界高，比你成功的人一定是在鼓励你。那跟你同样境界的人呢，跟你同样这个能力的人呢，一定会尊重你啊，我尊重你啊，你现在想做这件事吧，好 ，OK， 我尊重你的选择，是这样的。但只有比你低的人才会去贬低你。是真的，你去想想，你生活当中遇到的人是不是这样？通常贬低你的人都是其实混的没你好的啊，混的都没你好的人才会贬低你啊。因为如果他真的混得好，他的境界会很高的，他不会去贬低别人的，他一定会都是鼓励别人的啊。就是打个比方，你心里你现在想到的一个有钱人，你现在心里想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有钱人，他见到你面前会跟你说，他会跟你说你好穷啊，他会说这句话吗？他不会，因为他足够有钱了，他不会去取笑任何一个穷人的，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境界高的人也不会去取笑境界低的人，就这么简单。所以又要说到最近我关注到一个话题，最近我总被拉出来被拉踩啊，也不管谁啊都来跟我比较，但是我想我又回到刚才我说的那句话了，如果你真的觉得比我强的话，我都不配跟你比较。
所以以后要是什么你要想成功的话，你要真的想成功的话，别拿我来弄，因为你要真的觉得比我强的话，你不会来找我的，因为我都不配跟你比较，所以你拉我没有什么意义，好不好？谢谢了啊。愿蹒跚只愿红尘凄难，回看年岁是一晚，任我万劫不复还。若能护你安然，生死两端，阳谷反渡苍蓝。唯愿这人间辗转，半世稀罕，半世温暖，再将心碎挤满一。哎，我就是现在就是顾虑比较多了吧？要我以前我欺负我不欺负人，人欺负我绝对不行啊！但现在呢，我不太爱说了，无所谓了，因为毕竟还得混几年呢啊，还得混啊，还得往下混呢，所以就尽量收敛一些。落一世平凡，千山百川不敌茶根泛滥。宿命纠缠，半世遗憾，半世期盼。回忆绚烂，将你目光浸染。世事的辛酸，让一梦相伴。遥遥我在你余生的对岸，昂宽。有朋友说以前忍，现在看情况，也没有了啊，也没有啊。行。夜的安静。有朋友说终于赶上热乎的直播了。我今天有点拉肚子，所以你说的话我对你没有不尊重啊，我只是我今天有点拉肚子，刚才朋友们都知道。然后你刚刚说终于赶上热乎的直播了，我心里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但这个感觉是什么我说不上来。呼吸只因为你变得动听，深藏几曲想念秘密心里，到嘴边却只。所以呢，此时此刻，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所以，当然这个我下次直播的时候，你每次都能来吃上热乎饭，好不好？每次都热热乎乎的，咱们地方啊，咱们搁炕头上一坐，热热乎乎的，然后呢，来点这个馒头啊啥的，夹咸菜，咱们吃的热热乎乎的，肚子舒舒服服的啊。关注一下我的微博，谢谢了。穿越绯色的你，明媚的你，灰色的你。有朋友说老大，你那个衣服领能再开大点吗？你要干什么？我想问你要干什么？我特别好奇你要干什么？你是要干点什么？朋友们，你就是再大点能咋了？你是没去过游泳池吗？还是怎么事儿？你是没去过游泳池？那帮男的不都光杆子吗？不都光膀子吗？在不挺开心吗？网上那么多那个，就是我看很多。我跟你说，朋友们，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这个刷视频的时候，莫名其妙刷到好多擦边的男的。因为啥呢？我以前朋友们，因为咱们都玩一些，就是都刷视频嘛，平时都刷视频。刷视频呢，之前他会给我推一些，就是咱不瞒各位说，他会推一些这种就是擦边的这种那个女性。因为我的用户他肯定是男性嘛，他就给我推一些擦边的女性。然后呢，我一般我看到了，我通常朋友我真的我不骗你们，我一定点不感兴趣。我一定点不感兴趣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怕最后那个什么，因为他那个东西都有一些什么
那个年度盘点什么之类的，我怕到时候，因为我都用我自己的号嘛，我自己的这个组号，我怕到时候盘点说那个摩登兄弟刘宇宁最爱看的视频类型是，朋友们真事儿，我怕这个东西就是最后所以你知道吗？我怕一直给我推，推完之后大数据他最后一跟我说，今年2024年他最喜欢的视频类型是，然后最喜欢的那个账号是。我特别怕这个，回头被人截屏出来，不给你笑死，那不给你笑死呗。啊，有人说，所以你换号看，我没有号，我真有一个号。然后后来我就一直也不感兴趣，但我最近发现，给我推一些擦边男的，他估计怀疑我的一个这个喜好了，开始推一些擦边男的。哦，然后这个点赞都很高嘛。就一看评论点赞都很高，我就想说，哦，现在这个世界这帮人女孩都喜欢这种的呀，然后呢，我想说，哎，我要不要从他们身上 get 一点？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 get 到一些，就是擦边男的一些，他有分硬擦和那个就是浅擦，哎，有一些是硬擦，硬擦是什么呢？比如像就是这个我是拍不了的。问题比如说，先这样背对着你，然后看着你，然后这样一碰这个衣服，然后直接衣服没了，露出后背，然后身上扎了根领带，然后露出后背，然后那个整个这个他因为肯定是他想擦边，他肯定有点身材嘛，他就是直接就是那种就怎么说呢？直接就是那个后背肌就是很丰满啊，很丰满，就是肌肉很满。还有是什么呢？还有那种就是也是硬擦的，是这个男的先这样式穿一套西装，穿套西装白衬衫黑西装，穿完之后呢，这有个领带，然后呢对着镜子，拍不拍人家拍镜子啊，拍镜子之后呢拉着领带，这样一拉的同时呢，直接变装上身飞了，上身衣服全飞了，只有这个领带在这儿，然后那个屋里灯光还要昏暗的，然后直接是跪在地上那种的。穿了个西裤跪地上，然后上身没了，咔一拉跪在那儿，然后直接就是有胸肌有腹肌，然后手机必须要挡住脸，他估计也知道丢人，估计，上身就飞了。然后还有那种这是比较硬擦的，这是这种硬擦的，还有什么呢？还有那种没那么硬擦的，但是呢就很刻意，但是就是那种刻意当中呢，你又能理解，就比如像他穿一件那种很大的那种 T 恤。他因为就是擦边男，基本上他拍的东西都是什么东西呢？拍的都是那种手势舞，就什么春去冬来夜如风，容我陪我过个冬什么玩意儿那种的啊，他都是这种的。然后呢，这个人怎么擦呢？就是前奏一响的时候，他不经意的在这个衣服底下这样搂一下。然后让大家看到他的腹肌，然后最后再开始秋去冬来夜如风，怎么陪你过个冬，什么玩意儿，才就很那种的。然后我去刷他视频，他每个视频开头都要搂一下衣服，就是他是穿的板板正正的，有的时候穿 T 恤，有的时候穿长袖，有的时候穿帽衫，但他一个动作都是那种的。第一个动作一定要搂一下，让这个衣服就是略过他的腹肌要露出来。朋友们，真是学到了。纯学到了。还有一种呢，就是那种也不算擦边男的，但是他属于颜值向的。虽然颜值向呢，他通常是什么呢？就是通常是穿白衬衫，但这个扣开的很低，他这个扣开的很低。然后呢，白衬衫很松松垮垮那种的，然后系的也很利索，有的胳膊上绑个绳，有的不绑绳，有的穿背带，有的不穿背带，有的身上脖子上捆个绳，有的不捆，反正不知道，就是类型不一样。但是他们呢，通常是有什么呢？通常他们怎么玩呢？他们通常是这样的，一般都会戴个墨镜，戴个墨镜，一定要什么呢？露出那种就是邪魅的笑容。他那个邪魅的笑容是哪种的呢？就是那种。哎，这嘴一定要微成这样啊，朋友们，你仔细看，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把这个整个苹果肌提起来，像我这样脸还有褶的还不太行呢，这样，
我看看那个有没有那个音乐啊？哎，就这个，就这个。我得加个特效啊，我得加个特效，这样是，它这个镜头必须得抖动一点。等会儿啊，我准备一下，我得把这个笑容先摆上。说句多玛丽月如风，能否陪我过个冬？远行在人群中看你，远在看你在人群中，爱无影去无踪，竹篮打水一场空，大雪封山失了控，再也没有了你的梦。山与山不相逢，相隔千里雾蒙蒙，年年月月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大风吹倒梧桐树，梧桐相思无人顾，山鸟与鱼不同路，你我终究是陌路。哎，我虽然不太行，但你们 get 没 get 到，朋友们 ？get 到了吧？get 没 get 到？是不是很诱惑？有朋友说别看这些，你放心，你就看完我这个性取向也是正常的啊，放心放心放心。说学坏了。朋友们，我是这样的，朋友们啊，你宁哥今年说16、17岁啊，你说刚出道，你说我看这些东西是学坏了，我30多了，我都30多了，朋友们啊，啥东西能学坏了？别瞎选啊！你看，这就是容易粉丝之间有矛盾。朋友们，刚才有一帮朋友说，我刚才说一拉这个领带，直接就是衣服飞走了。有朋友说，宁哥拍一个，拍一个。有一帮朋友就是这种，可能是说别学坏了。这些朋友们应该是什么呢？他就是那种妈妈粉儿。哎，可能都是我的直播间的一些姐姐们啊，这些姐姐，然后那个他怕这个说你。小宁这个弟弟别学坏了啊，就是搞擦边去了啊。然后但是有一帮就是莫名其妙的一帮粉丝就说拍一个，宁哥跪下给我拍一个，你拍一个，你搂一下，搂，来一个啊，尝尝。我说我想洗澡，我又想看你，你先去洗吧，没事，我都有回放啊。行，反正我就是不，所以我就是最近很纳闷，他最近给我推视频全都这种的啊，所以也挺可怕。后来我就赶紧去搜了几个关键词，我就是把这个东西去屏蔽一下，要不我真怕我学坏了。哦。有说宁哥你中邪了，你有病吧你是有病你。有不搜啥关键词？搜刘宇宁啊，搜刘宇宁啊，和凤眼菩提之类的吧。
不起当年，天涯路人谁人了？有朋友说，宁哥，你说这些的时候，我都把那个声音关小。对不起，我刚刚说的很不正经吗？我刚才还好吧？对不起啊，对不起，等我下次这种话题我不说了啊，我下次不说了啊 ，sorry 啊。如云间落了白，往事飘散化尘埃。黄粱一梦，只怕此生难来逢。你刘宇宁擦边要上热搜了，你给我别再气我！我混不混了？刘宇宁擦，我没擦，我干啥了？我刚才我啥也没干。我刚才就是给你们展示了邪魅一笑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我跟你说，朋友们，我是这样的，我就是虽然我用很夸张的手法去模仿了这个东西，但我想让你们知道什么呢？让你们知道这个，因为现场有很多女生，你们很容易上当受骗，你被人骗了啊！我是用一种就是哥哥啊老父亲的这个内心去告诉各位，这种男人要远离的。别被这种美色所蒙蔽啊！我说哥哥擦边了，哥哥没擦，哥哥。有朋友说玩砸了，有一点。我本来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讲一个笑话，讲一个话题作为笑话，结果玩砸了。最后我变成了，就是最可悲的就是人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那个人，自己变成了最讨厌的那个人。你再这么说，哥哥去穿跨栏背心去了，啊，哥哥去把跨栏背心穿上了，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肚肚男孩肚肚男孩还行。去了离别。今天咱们就当演唱会现场把背心撕了，好不好？一会儿这样式，我一会儿上屋里换一件背心。朋友们，此时此刻还没有点我，要这种关注了已经。此时此刻还没点我关注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微博。接下来一会儿会展示一个什么呢？就今天啊，因为我是看很多艺人演唱会上都是那种撕背心。一会儿呢，我上屋里换一个跨栏背心，我一会儿唱首歌，唱的过程当中我把背心撕了。咱们今天就是一个线上演唱会，好不好？如果没关注的朋友，先关注一下，一会儿后面会有精彩内容的啊。有朋友说真的假的？你先关注，回头再说啊，先关注再说。有朋友说你要不撕的话，我取关。这么严重吗？有朋友关注了，就是不撕的话取关，这么严重？我曾飘落在无边海上。有朋友说哥哥帽子可以送我吗？不可以啊。这个世界有一个非常好的规则，就是需要你想得到什么，必须要自己通过努力去得到。每个人都一样。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馅饼，当然也不会，直播间里也没有免费的帽子。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的夜，一路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
当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有朋友说，宁哥啊，那如果你正在蛐蛐的那个擦边的那个男孩，正好是你的男粉呢？正好是我的男粉。朋友们，这就遇到一个两难的抉择了。一个是自我就是，当然我不是说贬低人家，那个没必要啊，我这开玩笑。我自我喜好的问题，就是我是不喜欢的嘛，然后但是人家是我粉丝，我该做如何的抉择？这是一个世纪难题。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你就是答案，我不迷了信仰，只愿朝着光，狂奔在旅途上，迎着风。有朋友不理解但尊重啊，无所谓了，希望他开心吧啊，希望他开心。你把全世界点亮。我只愿朝着光，以梦之名绽放，成为你生命中最耀眼。有我说哥哥你没边硬擦，确实没边啊。行，所以咱这个话题可以过去了啊，过去了。有朋友说那个你最贵的帽子是什么？我没有什么贵的帽子，我都差不多价钱啊。太阳，我只愿朝着光。有人说我今天我超话签到100天了哦，非常感谢。我们家就是凡是超话啊，签到满1000天的朋友们都可以到我这儿来领一桶豆油。啊，凡是超话签到满1000天的都可以到我这儿领一桶豆油。然后呢，1300天呢是再加2袋大米。又涨价了，之前不是说500天吗？500天因为那个门槛不是500天，就是门槛有点那个，我觉得有点门槛有点低了。因为现在确实我这块宁哥这块也最近生意不太景气，确实手里没什么闲钱儿。然后这样子，咱们就是签到1000天的朋友们就可以到我这领一袋10斤的大米啊。我这面因为我有淘宝积分，最近我今天看那个淘宝积分可以换大米啊，换那种鸡蛋呐、换洗衣液啊啥的都不一定，因为我那天看了一下我的淘宝积分，我还剩很多，我现在还提示我还有9万多分，马上就是要过期了。所以朋友们，你们可以看看自己的淘宝积分最近有没有就是那个还剩很多，然后那种的赶紧去换，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淘宝积分可以换那个卫生纸，加1块钱，在哪儿领？你进入淘宝手机淘宝 APP 里边点我，然后点那个88会员那个地方，你一进去都是你的淘宝积分，然后基本上都有很多1块钱的、2块钱的杯子啊，就是那种保温杯，铁的特别好的。我在里边逛一看一天，1块钱就只要付1块钱拿积分就能换一堆卫生纸啊，什么洗衣液呀、杯子呀，然后空气炸锅呀，什么那种什么豆浆机啊、破壁机啊都有啊，日常那种的，就你那个积分很好的。你感觉我在打广告，我没有打广告，我就是朋友们，我就想说你的分别浪费了，跟我没啥关系啊，因为人也没找我代言，没找我合作，也没有广告性质，我就想说，我就怕你们就是买一堆东西，因为我们家朋友肯定在淘宝买过很多东西嘛，为啥呀？因为他那个啥，有的时候我是在淘宝那个做那个品牌直播，他们肯定进去看完肯定是有一些积分啥的，我怕浪费了。你换啥了？我换了点会员果汁儿，换了点会员小果汁儿，哦，但是好像，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因为它里边它那个配料表上我看了，会员小果汁儿，然后那个。会员小果汁是那种特别小瓶的那种的，换了12瓶我就回来了，1块钱，当然是1块钱了啊。你说1块钱也没什么要求，那是没毛病的。但是问题是啥呢？这电上写的第一个配料表，第一个最多的是水，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就是第一个配料表是水，配料表第一位已经是最多的那个嘛，最多的是水。第二辆是什么呢？是果汁苹果汁浓缩苹果汁还是什么玩意儿？
叫做什么码我忘了，就是它是那种浓缩的汁儿冲着水，应该是。为啥呢？为啥我懂这个呢？因为我以前在饭店做厨师的时候，我们的饭店后厨就有橙汁浓缩汁，是一个大瓶子的那种玻璃瓶子的。我们就在炒那个锅包肉的时候，就要放一点那个橙汁的浓缩汁。然后有的时候中午渴了，就倒一杯冰水，然后弄一点那个浓缩那个橙汁，然后到里边搅一搅，就是整个就是橙汁就喝了。所以感觉就是。我不太知道里边的一个成分，我觉得啊。让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让我们背靠着背聊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不等多冷多暗多让人失望，再苦再难陷入了迷茫。没有，那天我去查了一下，是这么个道理。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我说苹果浓缩剂是什么玩意儿？然后他说就是意思就是凡是挂这个浓缩的，就是里边可以放一些别的添加剂，就不是纯的这个苹果汁的啊。所以我就想说，我就还是买真正会员喝吧啊，因为那个是换的嘛，免费换的。我就想说免费的也1块钱，你弄12瓶，你能给你弄纯果汁吗？也不太行。迎着风为你把全世界点亮，我只愿朝着光，以梦之名绽放，成为你。有朋友免费的别换吃的呀，有换点大米是可以的啊，换点大米、卫生纸、什么洗衣液、洗衣粉、锅碗瓢盆什么的，有那种保鲜盒啊什么的都，我看好多东西呢，挺好的啊。你们可以去换一换啥的，别浪费了。我就是也没有广告，咱也不需要，人家也不需要我打广告。问题就是怕你们的分浪费了啊。比如说宁哥可以把你们挂闲鱼上吗？我买。你有多钱？我想问问你哦，我很贵的。你现在就是玩的有点大，在我这么大个直播间里，你要买卖人口了，你已经要，没一会儿让人带走了啊！别胡说八道在那儿啊！我只愿朝着光，带你一起飞翔。有朋友后面有啥综艺啊？我综艺可能就是明年开推吧。啊，明年开推应该是如果有的话，我现在就是应该会去的，就是这个开推吧。啊，先定下来的啊，定下来的。让你听见云层跳动的心脏。我只愿朝着光，就算未来跌倒，我都会坚定地守护在你身旁，朝着光。我说宁哥，你还怕鬼吗？我怕呀。不是怕，我觉得都是得有敬畏之心吧。有朋友怕黑吗？我就怕。我其实不是怕黑，我是怕突然间的声响。我真的我是那种的，就是因为我这人就特别怕那种，比如说像上节目会有一些游戏打气球，就那种打气球，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炸。我那个时候我就纯粹要吓尿了都要。我特别怕突然间那种声音，你知道吗？所以包括黑暗当中也是，我就怕，其实我不是怕黑，我就怕突然间有一个东西跳出来吓我一跳，因为我真的会昏过去的哦，我会晕过去，我会昏过去的啊，直接懵，直接就倒地啊，倒头就睡，睡眠质量可好了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他还会觉得，哎，你一个男孩，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怎么能害怕气球爆炸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心里就是会有那种对未知那种，就是一直像比如说像那种很多游戏是传那个将要爆炸的气球，在这手里谁就要炸那个，我都会吓死了都，真的特别怕。
直接变成中微子了是吗？直接变成中微子啊！有朋友说宁哥，你说东北话呗？我现在说的不是东北话吗？我说的不是东北话吗？是啊，是吧？没有，其实我说东北话的话，我们家乡那边的那个东北话，其实跟你们听到的东北话不太一样啊。丹东话还是另一个味儿，就是跟你们总听的那种东北话好像不太一样啊。不是你们总听的那种东北话，还有俺们那嘎都东北人，我们这不这么说啊。丹东会更不一样一些，丹东和大连的口音是一样的，大连和丹东基本是一样的，未来还能承受多少伤，才练就铁石心肠，用真心换来一场荒唐。但有一束光安抚着我，是我最终的信仰。然后我大连的，老乡属于老乡了啊，老乡见老乡。大连和烟台一样是吗？那我不知道，烟台我还真不知道啊。那天就是天教之夜，那天我不知道忘不忘跟你们讲，那天那个谁，那天我跟那个黄景瑜，我们不是坐一桌吗？然后那个谁也在，玛丽姐也在，玛丽姐也丹东人。然后呢，因为他看到桌上名牌了嘛，我还没去的时候，他说是特意给咱们3个丹东人安排一桌吗？啊，这行业这可以啊，这一桌这个行业里这一桌就有3个丹东人，有朋友宁哥，一般歌手都嘴大，你为什么嘴那么小？歌手嘴大，这是为……那你的意思我不配当歌手？我从基因上来说是没有天赋的，对不对？你是让我放弃音乐这件事吗？一般歌手都嘴大，你为什么嘴那么小？我嘴其实小也不算小，就正常吧。这其实不算小。而且我能把麦克风都塞嘴里，不小了啊，还行，就正常啊。一束光。然后宁哥，我看你开推不敢玩怎么办？没事，有别人敢，我就跟他混就好了啊。我主要是起一个这个凑数的，人家都有自己的担当，比如说颜值担当、脑力担当、这个脑洞担当、坦克担当。然后我说问宁哥你在里边什么担当？我说我这个人没有担当，我在里边就凑数了啊，就是溜缝了，我属于溜缝了，就是这个地方需要分析了，我去分析一下啊，这个地方需要我解说一下，我帮这些嘉宾们给观众朋友们解说一下啊，这个时候需要我调侃一句啊，我就调侃一下，我就接个梗什么的，我就属于溜缝的，凑溜缝的我属于就是这种的啊。然后比如说这个那个有朋友颜值担当，这个不敢当啊。有朋友声优担当啊，如果你说声优担当的话，在下实在不敢当。那么好朋友们，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里。那今天呢，我想说，很感谢各位来到我的 party 可行啊。我属于美凤娇，朋友们懂吗？啊，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属于美凤娇，
你们家里都装过修吧？就是那种地砖，那种有地砖有缝，我属于美缝胶，就是我是溜缝的。比如说这个，比如我里边放点金沙、什么银沙这种的，往后直接就是给这个溜缝的，美缝担当我属于，我叫刘美凤。以后我要有姑娘，我就叫她刘美凤。有朋友说那个什么，你还是主持担当，我主持不了啊。我其实你在你们看开推的时候，你们觉得我好像在主持啥的，其实我主持不了啊，我主持不了。那个其实大家都能做这件事儿，只是说他们让给我来做了而已。就像有些题我解了，其实大家也都会解，只是说大家说让你去解吧，你去展示这个高光时刻，要不你一个溜缝了一整期没有画面也挺难受。所以很多题我解了，不代表别人不会解，只是说把我解的那个画面放出来了而已啊。比如说别人也主持了，只是说把我主持的那个方面放出来了而已。其实其他的大家都很厉害的啊。有朋友说你被 AI 取代了，不是？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被取代，AI 当然取代不了人类了啊。有朋友说你什么时候再去你好星期六？他第一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件事，就是这个东西是人家得，不是说我那个玩意儿，不是说我买票我想去就去。你是意思我当观众吗？我当观众的话，我就联系要张票去看，我可以去的。如果当嘉宾的话，你就是问题是那个节目很难上的。你好星期六的节目是很难上的，不是谁都能去的，朋友们，说实话。所以就是人家不找我，我也肯定是去不太了，我得等人家别我舔着脸跟说能不能让我去，人说不能，我也很打脸，我也很丢人，所以人家找我的时候我再去嘛，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去。有的时候他有些场的，就是比如说哪个剧宣了，然后缺几个好朋友，然后他就说那小宁你要不要来玩啊？我就正好没事我就去，我是属于这种的啊。还是说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个，刚才朋友问我说你什么时候去你好星期六？你是要去暗算我吗？你是要知道我的行程，然后派人暗算我啊？因为一句话虽然它是文字，但是它语气不一样。比如第一种语气说你什么时候去你好星期六，是很兴奋的，很期待的。第二种是你什么时候去你好星期六啊？这是疑惑。第三种就是我说的暗算，你什么时候去你好星期六啊？什么时候去？哎，不，就虽然是同样的词，但是完全态度不一样，他就你懂吗？照亮泪如雨下的眼眶，向我的心安放，似我温柔的肩膀。我说宁哥，你最喜欢名侦探柯南里边的谁？我都喜欢，我里边每个角色我都喜欢，我没有说那个站那个谁站什么新兰什么那种我都喜欢啊！我因为我不太就是磕这种这个动画片里的 CP， 这个不太来然后但是我是都看的都看的。我现在就关心的是黑衣组织的这个 boss 到底是谁
我关心的是比较关心这个黑衣组织的 boss 是谁。但我据我就是我看到的一些东西啊，他说其实这个动画片在最开始做的时候没想做这么多集，他本来最开始那个作者设定的 boss 是阿笠博士，就是背后黑手是阿笠博士，然后后来好像就又改了改了，好像是后来改了那个叫做是鸟取家还是乌丸连耶，对对对，说那个是乌丸连耶家族嘛，然后好像是就是传那个是吧？说那个组织是他们家是吧？前一阵说了，前一阵好像是说了，但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乌丸连耶说他们那个家族好像是要复活他还是怎么事我忘了一开始的确是阿笠博士，那个我是知道的。一开始那个故事最开始的时候，他没想写那么长，所以他设置的是这个 boss 是阿笠博士，但后来没有宁哥还看什么动漫？我之前我还真的动漫只看这个了我之前看那个死神，火影也看，然后死神看完了，因为死神它就是小说不是小说，漫画我没看，但是我看动画了，然后都看完了这个那个死神还挺好看的。对，我以前也是看那个的。海贼王应该是非常棒的一部漫画，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看。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没看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最开始没看的原因是我有点不太喜欢那个画风，你明白吗？就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小，那个海贼王都多久了，对吧？最开始没喜欢，就是不太喜欢那个画风，我觉得有一点那个不是我喜欢的风格。然后后来呢，后来那个啥，后来我还玩那个海贼王游戏了，我觉得在游戏里那个还挺好的，觉得还挺好玩的。因为宁哥你是不是 cos 过卡卡西？好多年前了。卡卡西先生。Sasuke 对，那个时候还这个那几个角色还挺就是那种羁绊还挺带感的有人说我是新粉，我第一次看你直播有些激动。我看到你了，你会不会更激动一点？然后有朋友说鬼灭之刃我知道，但是我没看过那个因为很早时候我跟那个黄子韬我俩拍戏的时候，他就逼着我看他逼着我看，他说你看这个那个什么看这个鬼灭之刃，然后我们当时玩那个游戏还起的家族名好像就叫鬼灭什么玩意儿的是那个家族名好像就叫鬼灭，就叫反正他有个特殊的一个，他那个组织叫什么名我忘了好中二，你玩游戏不都家族名吗？我以前我就叫什么这种那个什么小点儿，那个什么冷若寒什么之类的，都这种了吗？我都叫什么？就是那种，比如说这个工会，它名字叫什么呢？叫这种战狂天下。然后我的名字叫战狂冷少就这种的嘛，不都叫家族名嘛？就是那种的，每个人就是尾号不一样，但前面都有个家族名嘛。我那有啥中二的？玩游戏的人都知道。
有朋友说我先跟我妈视频，等等再来看你，你不用跟我说，去吧去吧啊，先跟你妈视频重要。我不重要。进击的巨人很好看，我 OK， 其实我没有太多时间。国漫我还真看了一个，我国漫我还真看了一个，我看的是那个荣耀，是叫荣耀吧？好像是叫荣耀，还是叫什么？因为那个我真的忘了叫，因为我只看了第一季。啊，全职高手啊，说错了，叫全职高手，我看了第一季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好好看呢啊。巫山五行是吗？巫山五行，因为我之前朋友不瞒各位说，因为我去看过一个综艺啊，那个综艺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知道，或者玩这个，对，玩那个有圈子的人知道，就有个综艺叫做，就是我忘了叫什么名了，我真的忘了，我这个脑子特别不好，不记名啊。但是它一共2季，每季是什么呢？就配音演员那个节目。找了好多配音演员去参加那个节目，然后配不同的角色，然后去比赛。就是那个谁，特优生，对，就是那个特优生，我是特优生。对，我就看那个，因为我看配音的东西嘛，我去学人家的台词，跟人学习，看看如果配音的话应该要怎么弄。对，当时就是看这个嘛，所以在里边了解了一些动漫的东西，比如像那个巫山五行什么那些，我看了一些，我大概都知道啊。爱要化作泡沫。有朋友说，宁哥说2句日语，我不太会。但是有的时候我会看一些那种就是因为我总能刷到一些配音的东西嘛，有好多人去配那个，他说什么那个日本的声优什么都是怪物那种的，我还听他们的那个配音，还挺那个什么，就是感觉很帅，就是很帅，其实真的是很帅。有一我记得有好多人就是比如说好多那种声优在一块儿，然后他们每人配一句，然后呢有一个人就很那个什么，有一个人所有人都很热血什么那种配完了，只有一个人很简单，扣，然后就大家就嗨了啊，大家好像就嗨了一下就嗨了啊，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到那个啊。星空点缀着我最美的梦，在未来尽头。应该是什么咒术那个，就那个扣就是一句，然后大家就嗨了啊。然后老大，你看《盗墓笔记》了吗？哪一部？我看了，我是看的啊，是我喜欢的题材啊，因为毕竟我拍过，我演过黑眼镜嘛。而且那个是男孩，基本也都会很喜欢的啊。相逢。金田一我也看了，我金田一事件嘛，那个我不太敢看，因为那个吓人，那个太恐怖了，那个很吓人，所以我不敢看。我甚至敢看真人版，都不敢看动画片的金田一事件，你说多恐怖？我敢看真人版的金田一，但是不敢看动漫版的。很吓人的那个，朋友们千万不要去尝试。它虽然是那种破案的，但是真的很吓人，真的很吓人。
我说老大，你看终极笔记了吗？我自己演的戏我都看的，我都看的，等一下，朋友们。朋友们，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朋友们，你们等我一下，我去看一眼啊。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流动的水没有方向，漂流的风没有重击，任何案件都迷题重重，唯一看透事情真相的是一个外表看似小孩，内心却过于常人的名侦探柯南。我就要去看看隔壁打没打得起来，朋友们，等我一下啊。行，我放个 VCR。好不好？我放个 VCR，然后那个什么，你们稍等我一下啊，稍等我一下。朋友们，这样子，我给你们唱一个就是比较嗨的歌，好不好？就这个歌一唱，现场瞬间被我点燃。赶紧奔走相告一下，刘宇宁开直播了，鸭脖嘎就点上了。最近这块讲究的就是离不开你的生活，点点滴滴，时时刻刻，每天都能看到我，无法注视我的脸。乐器举开大一点，咋了妹子？走得快点，唱2个点，聊3个点。我不相信你一顿饭能吃4个点。大家都讲，大家都说，大家真漂亮，兄弟们、朋友们、家人们、哥们儿、姐们儿，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你们都冷静点，冷静点。这个人可能是个变态，说的就是很奇怪。我去你的什么玩意儿！来，把价格先凹出来，帮你点一个外卖。我网速比你快。我的粉丝不觉得可爱，希望你演一个乞丐，哪怕告诉你1+1等于2，你就太厉害了，你就是个天才，别人无法理解。有朋友说怎么又在直播？哎，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了，你现在知识还这么匮乏吗？你要不想学，你出去。你没听过这句话吗？那我是能卷死我身边的人，我就卷死他。哈哈哈哈哈哈！首先呢，我怀疑你是想按战我吓我，这不是埋伏我，就感觉这些人不是我粉丝，我感觉这帮人在耍我、调戏我，那个血压咣咣的给我气的我，就得嘎死我，就得嘎死我。这个英文名叫做 PD， 我怕影响各位兄弟，但是让你觉得无比的力气。有朋友能看到你的16块腹肌，好刺激！你这不叫直播，你这是家人的福利，而且在这做的有点漏。你说有几个人能做到？本故事全靠编造，情绪气氛最重要。咱不像人家几个小时过去啥玩意儿，你脑袋接受不到，知道？好了，可以，明白。好，是。行，我先挂了，我不行，我的朋友等不及了。你家洗也没了，你上我家倒点啊！家里没大米，家里没鸡蛋，到刘宇直播间来领豆油来了。你到菜市场买菜呢吗？我这是超市吗？拼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你听怎么了不起的啊？我也放不上吧。我一看我就说能找谁啊？进来吧，咱们也没那么熟啊。那个你叫什么名字？你可以叫我的小名。一跃龙门，勇猛过人，生龙活虎，穿搭得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万里挑一，人见人爱，放天入地，无所不体，流连忘返，医药青山积水，功德无量，德增兄弟刘宇宁。一键3连，关注我的微博，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宁。
这一看就是新朋友，这就是没看到我以前的直播。我以前玩的比这嗨，这在哪嘛？等一下，我得确认这个穿上能播吗？因为我不知道它上面这个印花是一个什么尺度。像我开个大眼给你们斗鸡眼，我这样看得更明显是吧？刘宇宁斗鸡眼来啊！这叫斗鸡眼？我得说什么玩意儿呢？说老婆就是爱哭，你叫我老婆，你有病吧你？你是缺心眼的吧？你是有病！妈！有没有我室友打呼噜？你把你的手机声音开大点，快！你现在把你手机的音量开到最大。哎，这位朋友，你室友说你打呼噜，哎，他黑你，现在网上黑你，他说你平时睡觉打呼噜，哈哈。憋住了，当超级英雄很累，整这玩意儿这是纯塑料去掉。我这一看合着什么事？等我啊！我怎么那么讨厌你们在那骗我呢？我每次直播就有那几个倒霉蛋儿在那告我上热搜了，我一个瓶盖扔你脸上。七夕节你让你宁哥唱分手快乐，你是不是在报复社会呢？我过不了七夕，你们也别想过。别有这种心态啊！一定要就是我觉得就是人都要善良，你要感激每一个身边过得幸福的人。所以呢，唱一首这个体面。算了，不唱这个了，正儿八经啊，咱不闹了，不闹了，唱个正儿八经，叫说散就散。你们困不困？你困你们就说啊，别跟我不好意思。困不困？困啊！困不熬的挺的，我没下播，你困不困？熬住！我以前怎么这么二？谁都有年少轻狂过，好不好，朋友们？理解一下啊！谁都有年少轻狂过，哪怕不年轻了，也得装年轻。洗了，朋友们。你们好像幼儿园老师啊，洗手了吗，小朋友们？上完卫生间洗手了吗？啊，洗了啊，洗了。行，反正今天也没啥事儿，就上来跟你们聊会儿天，然后过两天我估计录的晚会比较多，所以呢这一阵儿就是今天刚从那个外地回来嘛。刚从外地回来，所以今天想说开播，然后跟你们播一会儿，就是聊聊天，然后开开心心的，也乐乐呵呵的。然后今天呢，就是也没有什么才艺展示什么的，反正你们有什么想聊的，可以打在公屏上，比如说音乐方面可以跟我聊一聊。当然我教不了各位什么，但是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比如像影视剧方面包括直播方面有什么想要探索的，都可以，咱们畅所欲言，咱们聊一聊，好不好？咱们聊一会儿。有朋友时尚的东西要不要聊？那时尚就算了吧，跟你们讲不了太深。我那天就穿了个裤子，然后你们研究一天，说我到底穿是裙子还是裤子还是裤裙儿？那就是一个相对有点中国风那种的，就是那种古装的那种古装的那种裤裙，就是比较的中式那种新潮流那种感觉。裤裙就是有点像那种古装男子穿的那种袍子那种的，套裙儿，对。主要是冷不冷？那里边是裤子，它不是空的，它里边有一条裤子，裤子外边有一些装饰，然后就是第一是防风的，其实是2层裤子，再加上我里边穿了秋裤其实我是东北人，很多朋友我相信真的，今天那个今天也天也挺冷的，很多朋友真的是有很多南方的朋友好像说，哎，我们南方的朋友天气比较暖和，所以我们好像怕冷，其实不是的，我跟你说，北方人最怕冷，尤其东北人最怕冷。你别看东北冷，但是他是最怕冷的。
为啥呢？因为我们东北人呢，只要是到了冬天，那个秋裤肯定是要穿上的，秋裤，然后呢，羊毛裤、毛裤、羊毛内裤都穿上啊，然后护膝，发热护膝什么都穿上，然后羊毛裤外边穿一条棉裤，啊，棉裤外边套牛仔裤。牛仔裤，对啊，牛仔裤就是这种，所以就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很怕冷啊，一到冬天就把这装备都套上。我前两天上次直播上了个热搜，叫刘宇宁就不穿羽绒服嘛，那是胡说八道的。一到天没咋冷，羽绒服先套上了，Party the bar gowns, see you make your way through the crowd and say hello. Little 有朋友说羊毛裤不扎腿吗？毛裤啥的，就纯羊毛的是真不扎。你要是穿羊毛的东西扎的话，那你说明那不是纯羊毛的，你买到假的了，你买到这个青纶的了，你买到晴纶的了已经啊。而且我们东北北方也好，东北也好，到了冬天都有暖气，我们都要交暖气费的。我们一年暖气费小一点的房子是得1000多，稍微大点的2-3千块钱呢。暖气费交暖气费的都得，开什么玩笑呢？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暖气费真的是都是一个不小的开销啊。Juliet, and I was crying on the staircase, begging you please don't go. 你们暖气费自己交吗？当然，我们就家里各家各户自己交啊，那谁给你交啊？你可以家里不要暖气，但基本都不会啊。以前我们那边有一些邻居就是那种不交暖气费，就是都被我们所歧视，也不是说歧视吧，就是他是啥呢？他就其实暖气费，你说他是真的是穷的揭不开锅了也行，他家就条件也可以，就是不交暖气费。但是好在是什么呢？好在他家住在这个，比如说住在3楼，我们4楼交了，2楼交了，那3楼也不会太冷，因为像夹馅饼似的，他家也温度不会太低，他就是为了省那1000多块钱，蹭暖气是蹭暖气，算是啊，李红，你太有生活了，我有啥生活？不是我没有生活，是那个住户有生活，所以我看到这种就是市井的东西比较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家里小时候干过一件事啊，就是现在说这个东西好像不太好啊，因为家里都有那个水表嘛，也有水龙头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把那个水龙头开一点水，就是让人一直滴。嘚儿，水龙头在滴水，但那个水表不走滋儿，然后早上醒了就接一盆啊！我那个时候的我们好像家里都这么干，啊。有活动我妈干过，其实真的是那个时候都不容易嘛，啊，那个时候都不容易，大家就是能省则省，但其实说实话，一个月能省多少钱啊？就几块钱吧，估计就啊。现在应该是不行了吧？现在你现在很少有水表在家里的吧？现在很少，就是房子说你家水表是在家里的，很少吧？哦，基本是还观察过水表走不走。以前我们特别小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些事儿了，现在应该不行了啊。对，水表在楼道里，你看不到了，你可能放大了，你真的是就接一碗水，你也用不了那么多水。现在水表灵敏啊，是，科技在发展嘛，而且也不麻烦那个事儿了，现在水也很便宜，几块钱。比如说你哪怕说你一个月靠滴那个水，就是合成人民币也就几块钱，10块钱都用不上，所以大家也不会费那个事啊。现在都说明生活也变得好了嘛。
Stay away from Juliet, but you were everything to me. I was begging you, please don't go. 哎呦，朋友们，我特别想跟你们分享一件事儿。我最近我知道了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但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啊。我最近知道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这是我解开了我大概6年的一个疑惑。这件事儿解开了我6年的一个疑惑。我的天呐，我太恐怖了这件事儿。我这6年，其实我会时常想起这件事儿，朋友们，时常想起这件事儿。然后最近我终于把这个疑惑解开了。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朋友们，我先讲一半，你们衡量一下啊。然后，能说快说，你都不知道我说什么。在很早之前啊，很早之前，大概6年前的时候，大飞哥，大飞你们都知道吧？啊，咱们家那个弹键盘的乐手嘛，大飞啊，大飞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说，最近生活过得不太好，赚不到什么钱，你说要不要找个大师算算？要不要找个大师算算，看看我以后发展怎么样？我去问问啊。这能说是吗？然后啊，有朋友说我也算过，我用塔罗牌算过，那都可以。玄学，咱说的是玄学，好不好？咱说的是这个一个段的啊。然后呢，他说我去找大师算算，我说那玩意儿能行？我不太信啊，因为我觉得就是都坑人的，我觉得是坑人的。然后呢，我说那你去呗，多少钱？他说好像上次给了100，他们去都给100，说随心意，我就给了100。然后那个他们都给100，我就揣100去，然后人说随心，我就是满兜，我心里就是满兜就是100块钱，我就给你了。可以，然后他就去了嘛，去完回来跟我说，小宁啊，太牛了。我说咋了？他说太准了，太准了。我说怎么准了？他说这个大师啊，给我展现了一个绝活。啥绝活呢？他给了我一支笔，给了我一根铅笔，给了我一张纸。然后呢，他让我上隔壁屋里，他说因为他要测字嘛，当时他要测字。然后呢，他就要大飞说，哎，小伙，你到隔壁那个屋里写个字儿。大飞就去了。然后呢，他去了呢，他还四处瞅一瞅，就是其实让他去隔壁屋写的话，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看不到你，所以他进去之后呢，他到处看看有没有监控什么的。他贼精啊！你别看他长得很憨厚，他很精的啊。然后呢，他就在衣服里写了个字儿，写了个啥字儿呢？写了个川，啊，山川的川。就是而且写的可狗气了，就这样捂在衣服里这样写，而且好写啊，因为川嘛。1、2，写完了，握手里了，握就这么大一个纸啊，就这么大纸。他握完之后，那个小纸团更小，就大概已经团到已经不能再小的那种了，团的可紧了，搁手握的，就是搁手拿的，握的紧紧的。然后那晚上小伙写完了吗？写完了，他就过来了，过来说写完了，哦，我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字儿。这个大师手里也握了一个纸。啊，大师手里也握了个纸条，也是跟他同样大小的。然后呢，这个说那个跟那个谁说，你打开吧，他就打开了，那个纸被他，你想他已经狗细的，已经把那个纸已经捏到小到不能再小，打开都稀碎的那种感觉了。打开都稀碎的了，然后打开了，往那桌上一放，穿。这个大师说穿是吧？
一扔，这个大师手上也写的川。然后呢，他就说绝了。我说他不能看到了，他说绝对看不到，周围全没有监控，绝对看不到。我说那不会笔有记录吧？就是那种电子笔，比如说你写完字儿，他那边就上传电脑。他说铅笔，他说是铅笔。我说哦，那这么厉害的？我说应该是假的吧？我觉得这是魔术吧？他说绝对不是魔术，这人真有活，绝对不是魔术，这绝对不是魔术。我说我觉得是魔术，为什么呢？因为你想想，你看春晚上那些节目，如果大家不告诉你那是魔术，你会不会认为那是魔法？因为你知道那是魔术，所以他变出很神奇的事你也能接受。如果他跟你说那是法术，你是不是也就信了？他说不是，绝对不是魔术。于是这件事呢，就在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然后呢，这件事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是6年前，但是故事就要回到5年前了。那一年呢，那年是什么呢？那年是我回家过年，那时候我已经当艺人了，朋友们，你们也知道，我也当艺人了。我是回家过年，大年初一呢，我就想说去庙里拜一下嘛，啊，咱求个平安啥的，求个这个一年顺利嘛，去庙里拜一下。因为我们大年初一嘛，就是我家里那边的哥哥朋友啥的带我去庙里去拜拜，就这很正常嘛，去庙里去祈个福什么的啊，求个心安。然后上去那个寺庙拜完之后，我当时好像还发了微博了，好像是当时说，然后呢是5年前的事了。然后从那个庙下来之后呢，下面有个道观，然后呢我就进去了。我想也顺便拜了呗，对吧？都顺手的事儿，就上个香嘛，对吧？到这个道观了就上个香嘛。当时呢，我是啥呢？当时我就属于什么呢？当时我也是刚出道，也算明星嘛啊。虽然人家这个庙里人肯定不认识你嘛，但我就是那个时候出门习惯，也加上是我们东北冬天冷，戴了个口罩，我戴了个帽子，戴个口罩，戴个帽子。然后呢，我就进那个观里了。我们一行大概5个人，大飞也在啊，大飞也在，一行5个人，还有3个我们朋友哥哥什么之类的，我一行啊，因为都是一块去的嘛。结果那个道观的那个道长就过来了，来了啊，他认识我们那个大哥，认识那个大哥，因为那大哥总去烧香啥的之类的啊。然后他就说，哎来了，然后他就往后撒么一眼，他就指着我，跟我说，你给我进来。我就懵了，我当时就懵了，我说去来吧，你叫我来，我能不来吗？他说，你们这5个人当中啊，你人中之龙。你是这5个人当中的人中之龙。我当时戴口罩戴着帽子，我觉得我应该觉得他应该是不看江苏卫视春晚吧。我相信，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演过戏，我也就可能就上过一些舞台，上过一些综艺，我刚刚出道没多久，他应该是没看江苏卫视春晚什么的，他应该是不认识我，因为他平时可能是不关注这些东西啊。然后呢，我当时觉得好准啊。为什么觉得准？因为人家说的好听啊，人说你是人中之龙。小伙儿，你把帽子摘了。当时我戴着帽子，我帽一摘，你把那个脑门亮起来，他把脑门露出来我看看。然后我就脑门一周，他说你呀还有60年大运。我一想60年大运也就意味着我能活到快90岁呗。我心里更开心了，朋友们。我当时回头我还那个什么，我后来算完命，我还跟我团队说了，我说你们跟我好好干。你们跟我好好干，我这过年时候回去有个大师给我看了，说我还有60年大运啊，说这个你还有60年大运，我就说你们跟我好好干，咱们以后飞黄腾达。我还跟人吹呢，结果呢接下来展示绝活了。然后我们那个大哥说跟那个师傅说，那个
所以我给我小兄弟展示一下，然后我说展示什么？同样的配方，但是跟大飞那个有点不一样了啊。这个我给你模仿一下是怎么回事啊？打个比方，我拿张随便拿个东西吧，就这么大一个便签本就这么大啊，一个便签本。这是笔啊，这是便签本，这样拿着啊，这样便签本，然后呢，这样，看看这样，一定要盯着我看，还看着这样看你。笔扔了，本拿手里，说那个，你家住几楼？我当时问这么奇怪的问题，我家住几楼？直接给我问懵了，你知道吗？他正常都会问点说你姓什么属什么或者之类的吧，或者是你那个什么从事什么行业吧，都这种的。他问你家住几楼，我当时还过了些脑子呢，因为什么？因为我北京住12楼，丹东住4楼，横店住7楼。啊，我是随便说的啊，但是这个楼层你们别去探索啊，都是假的，我随便说的啊。因为当时我已经在横店拍戏了，然后呢，我横店是住我忘了，因为我住酒店嘛，那个时候我在横店是住那个酒店嘛，好像是7楼吧。然后呢，我北京是住12楼，丹东房子确实是住4楼。我当时我没傻到什么问题呢？我没傻到说你问哪？我当时就想说，那肯定说的就是。肯定说的就是那个我那个最近住的就是我老家嘛，我当时本能反应就是问我老家嘛，我老家我是住12楼啊，我老家我住的12楼啊，然后我说因为北京的房子不是我都租的嘛，然后横店那个是酒店嘛，那不是我的房子嘛，那从房子来说，虽然丹东的房子也不是我的，是我爷的，但是呢那是我老家嘛，那算我的根儿嘛。所以我可能问的就是根儿吧，然后我就说，12啊，他这样微微一笑，本一扔，我一看上面写个数，用那个汉字写的12，我说这也行。这也可以，然后呢，他把本又拿起来了，又把笔拿起来了，铅笔，然后这样，我当时想想，当时问了什么问题啊？问了个住几楼？你的那个生日是几月？他这样，他看着我，他这样先看着我。笔一扔，拿着本在手里。你生日几月？我当时又懵了。你问阴历还是阳历啊？我阳历1月，阴历12月。我脑袋在疯狂的这个脑补啊。1月，我阳历是1月8号啊。但是应该这种我们来虔诚跪拜的，咱们要讲的就是个阴历吧，也就是所谓的农历吧，对吧？咱讲的应该是农历吧，因为这种的吧，你们知道吧？这种算就是这种的啊，你懂吧？所以我内心就想，那应该讲的是农历，那也就是阴历嘛。我说，那就是腊月。我说12，他这样，又一个12，说对了。我当时就被他神经就摘掉了，你知道吗？就是他接下来他说什么我都信了。他接下来其实就是这两个小魔术，不是小魔术，这两个小技法，基本上我朋友们你们去了就谁都懵了，谁全懵了。我当时已经懵了，我都太厉害了，我的天哪！
太厉害了，哪怕他是蒙的，他也有12个数要蒙吧？啊，他哪怕他是蒙的，他也有1、2、3到12这个蒙的吧？我家住几楼，他也有我们的最高层23、40层、23、40层都有，我太厉害了。有朋友说是不是你大哥说的？什么你朋友说的？绝对不会，这个是绝对不会的啊，因为他们没必要，因为他不会从我身上获得金钱什么东西的。然后呢，结果当时我就懵了。因为我那个大哥就是想要证实一下，让我证实一下说这个人很厉害，因为他经常来，他很信奉这个人，所以他就想给我展示一下，所以他不可能跟他做扣串通的，也没必要啊，也没有必要。他说他是你粉丝也不是啦，他是我粉丝，那除非他是私生粉，知道我家住几楼，他纯私生就知道我家住几楼跟电梯。那不太可能，那个大师，那个师傅人已经都是一看是40、50岁了，已经50岁左右了，都已经啊，那不可能。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很神奇，超级神奇，我当时就被他就震撼到了啊，你知道吗？朋友们，你们谁遇到谁也懵，朋友们别说我，你们遇到你们也懵，我就觉得哇，我突然觉得他说我还有60年大运这件事，我无比的相信。他说小伙你有60年大运，我就无比的相信。我从来没有这么信过这方面的东西，我就被他说的就很相信，因为他说的都是好的。他说这样，我这里呢有一柱那个特别粗的香，要不就是我谁也没给烧，你给烧了吧？我说好啊，因为他说这个你值得，他觉得我很值得。黑粉都觉得我不值得，但是他觉得我值得，有可能真的是。然后呢，他说你值得啊，那个香也很粗，大概有碗那么粗啊。一根特别大的香，说你烧这个，我就哐哐就给点着烧了，就是祈福嘛，对吧？咱们到庙里啥的都祈福嘛，保个平安什么的啊。然后呢，我说那我当时想说我当时想说给多少呀？这个东西就是你庙里最高的一根香被我烧了，你说我给多少呀？他说你随心意啊，随心意。我说要不200吧。没有啊，因为200确实有点夸，因为我觉得那个香成本这个200吧，我不能，但是我挺敞亮，当时我也没不敞亮啊。我当时因为我那个时候去这个地方，我们都带现金嘛，不可能扫码什么的也比较麻烦，说都带现金，我就找角落点了1000块钱。我说师傅1000可以吗？他说行，多少都行，多少都行啊，多少都可以。你这样，我再上车上给你拿2个东西。结果他一转身就走了，上车上去了，他就去他的那辆丰田霸道上了。我当时我还没有打车呢，我一看我这师傅厉害，开丰田霸道呢。上霸道上拿了2个小摆件给我啊，说这个东西啊搁家里摆着，啥之类的啊。我说啊谢谢师傅，谢谢师傅。然后但是那个1000块就给了1000嘛，其实不多嘛，对吧？不多，然后就给了1000，我就走了。这件事呢，我想说，朋友们，就这件事在我心里一直耿耿于怀，啊，这故事其实完整的就讲完了，这故事完整的事就讲完了，直到前2天啊，直到前2天啊，我突然刷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这个人讲的故事和我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就是他说个事儿啊，你说那个你爸叫什么名啊？我爸叫什么某某某，啊，纸一打开，名字就写好了，一模一样的事儿。然后我就点开那个评论区啊，然后因为那个人当时就说，他当时一给我展示这个小魔术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个骗子，我转身就走了，啊，我想说，啊。我当年也经历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变的？它是怎么变的？于是乎呢，我就搜评论区，评论区有人就说了，这个技法叫做什么呢？叫做，好像叫无影笔。无影笔，无是什么呢？就是有无，影是影子的影，笔呢就是一个那个写字的那个笔，叫无影笔。这是个传统戏法，叫无影笔。哎，有朋友已经打出来了，知道这个有朋友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编的。他是用什么方式呢？他是打个比方，刚才不跟你们讲那个流程吗？本在手里，拿着铅笔写
写完之后把笔扔了，对吧？这个流程，其实啊，他写的时候他什么都没写，他什么都没写，他是个空白，他假装写，然后把这个笔扔在这之后，然后就开始说，你家住几楼？我说12楼。他听到这个12楼之后，他用手大拇通常会用两种，一种是什么呢？在大拇指的地方沾一个铅笔头，用胶沾一个铅笔头，或者在这个指甲里沾一个铅笔头。你在说的时候，他在这儿，这个手在这儿嘛，12已经写完了，一扔。而且人家常年练这个东西，他写的非常快。人常年练这个东西，你可能你想用大拇指写个12，你觉得写的很慢，人家常年练这个用不了1秒写完了，然后一扔。纯戏法，让我感觉这件事神奇了5年。现在我甚至怀疑我60年大运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我相信他这个没说谎，60年大运这个事儿他肯定没说谎，他这个算得准。其他那个说我家住几楼那个无所谓，住几楼都可以。他说住12楼，他说住几楼，我以后就买几楼的房子。我就是为了这个60年大运这个事儿一定得准。有朋友说别的不管，人中之龙没毛病。有朋友讲的好精彩，我前2天我刷到那个视频的时候，然后我上网，就是因为现在网络真的很发达，你想知道什么知识真的可以搜到。我收到这一刻的时候，我震惊了，就是我甚至想发给大飞哥，我说你当年跟我说他是法术，这纯戏法啊。回头我让大飞哥看我这场直播，然后我给他揭秘了他这个当年的疑惑。有会儿1000块钱啊，那还好。那其实我们去了所有的地方，我们拜的是，对，就是一个安心嘛，一个敬畏嘛。对吧？它是一个心理期许嘛，有朋友说，宁哥，小宁啊，你怎么这么单纯呢？你别说我单纯，就当时我跟你讲，你就任何一个人在你面前给你编那2个戏法，是谁蒙。而且他可以百试百灵，他甚至问你这个你二舅老什么名儿，他都能给你写出来，他都能给你猜出来。原因是他现场写，你懂吗？你可能都忘了你二舅老叫什么了，你可能说好像叫什么什么吧，你说对了，就叫这个，你拿出来，你都懵，我跟你说，你都懵啊。有朋友说你说英文啊，有朋友说你家住几楼？我说你那个，就比如说你妈叫什么名？我说叫随便起个名叫 Nancy， 我妈叫 Nancy 啊，就是随便说嘛啊，我妈叫 Nancy 啊，就是南希。一样也写给你翻译成中文，给你翻译成中文，我妈叫爱丽丝，我妈就是可以这随便写啊，要写英文，让他写个饕餮。他可能用拼音就给你写出来了，反正就是这是我前2天一个经历。我那天半夜的时候，我查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好开心。我觉得就是他
他让我有了5、6年的一个疑惑的一件事，在一刻得到解答了。当时我就一直在想，因为我确实觉得他是个戏法，但是他怎么做到的？我这几年一直在探索这个答案，但是也没有说一直很潜心的探索，就是没事就会想起这件事儿，没事就会想起这件事儿啊。我为什么会想起这件事儿呢，朋友们？因为我总遇到坎坷的时候，我都鼓励自己，我说小宁啊，你可以的，刘玉宁，你加油。因为当初有一个师傅说你还有60年的大运，所以现在你所有的困难都无法击倒你。你现在所有遇到的挫折和不堪都无法击倒你，因为当时有个师傅说了他说你还有60年大运，而且呢，他当时给你变了，他当时就是给你算的非常准，他连你家住多少层都知道。所以我每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个师傅。结果前2天给我解惑了。有朋友说60年大运是真的，我相信是真的这个肯定是真的因为毕竟当时那个这么粗那个香烧了嘛应该是心想事成了这个故事我没给你们讲过，我也不在这个上面讲。但是最近我发现他，因为我觉得他能讲的原因，是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魔术了，所以我觉得能讲了我因为我觉得他是个魔术，所以我就觉得他能讲了有朋友说哈哈哈哈哈，人中之龙，你为什么要打那么多哈哈哈？很好笑吗？这很好笑吗？很有意思吗？人中之龙怎么有毛病吗？我不自封一个人中之龙吗？我都说了，不是说我说咱家这些凡是粉我的这些男粉，那都是人中之龙凡是粉我的这些男粉，咱家有很多男粉丝，那都纯人中之龙，真的前途不可限量的那种的咱家所有这帮女粉们都是属于鹰中之凤。你看看天上飞的都是老鹰，一个一个的，但他们都是鹰中之凤。有朋友说宁哥你上热搜了，不会就是热搜词是刘宇宁还有60年大运吧？这种关键词，还是说刘宇宁算命？我好久没有听到这 BGM， 是一直在我播放列表里放着呢。有朋友说老大你故事讲的好好玩，我以前朋友们，你们可能就是我的那些老粉丝是赶上好时候了，我的老粉丝是赶上好时候了。为啥呢？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大飞阿佐我们仨人直播，他俩身上老了笑话了，也不是说老了笑话了，就是他们总出去跑，你知道吗？他们比如说总去接触不同的人，就回来给我讲他们身边发生的事儿，然后我回来哐哐一加工，就给你们当成故事讲。那个时候讲的很多大飞阿卓的事儿很有意思的现在呢，因为以前我是确实就是以前你想想，我之前都是在这种市井的地方工作嘛，你让我讲讲以前的事儿都能讲。但我现在我接触这个行业，比如说我接触个艺人，接触个什么团队，接触个这个演艺圈的什么剧组，我能把剧组的事儿讲出来吗？
我没办法讲，讲完之后就是有些你确实能遇到一些奇葩的事儿，但是你真不敢讲，你哪怕你当个笑话讲，你都不敢讲，你就是都会非常的就是让你都会让你非常的这个，在这个行业很难混下去，所以不敢讲。所以我现在其实身边经历的事儿其实非常多，也都有很多奇葩的，包括也有一些好的温暖的事儿。然后我都有的时候想说，哎，这是会不会成为我直播内容啊？我以前都遇到任何事儿都会想到是不是我直播内容，现在真的是不太敢讲。就是在这个行业混口饭吃是不能讲的。之前我总去埋汰这俩哥俩，我说阿卓不洗澡不洗脚什么这种的，当然也会营造一个故事来给他讲了。当然现在就是不太敢讲这些东西了。现在敢讲的只有自己哪怕我身边有些人做了一些很好玩的事，我也都不敢讲。讲完之后，哪怕说讲了之后，有人说你是不是蹭人热度？你直播老提别人干嘛？因为我现在身边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呢，就是你们认识的这些耳熟能详的大明星啊。我接触就他们了，所以就是没办法，就有时候以前还讲，现在就不太讲了。但有一些是能讲的。昨天我还跟他们讲了一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我就今天当个乐呵讲给你们听啊。然后我之前遇过一个事儿这件事儿特别那什么，特别让我就是每次想到这件事的时候，我都会就很有感觉就是我不是很有感觉，就是很我就觉得演戏这件事让我很开心。每次遇到每次我想起这件事，我昨天还给我朋友他们，我给我团队他们还讲这个事儿了具体的内容我不讲，我只讲这个事件就是当时我就接了一部戏嘛，哪部戏我就不说了当时我接了一部戏，然后呢我就觉得那部戏我们拍的时候可开心了就是我们那部戏拍的超级开心，就是大家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已经开心到什么程度？就现场我们在那对的词儿然后包括去互相的，就是去讨论这场戏怎么演，怎么弄好玩的时候，那个东西那种东西就很让你开心，那个东西就很让你开心，让你觉得哇，这是每天都很就虽然工作很重复嘛，比如说每天都在演戏嘛，大家都做很重复的工作，但是每天都觉得很有新鲜感。比如今天这场戏我们可以这么搞，这场戏哇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就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很有意思，就很有意思。那个整个剧组演员，包括我们收工了，哪怕去吃饭，我们在饭桌上聊的都是戏的东西总有人说，我们都收工了，能不能别聊那个工作了，咱们来吃饭，好好吃饭，咱聊点开心的，听会儿歌啥的。但我们都拉不回来，我们那个整部戏，我们那些演员氛围特别好，就是哪怕吃饭，我们都在聊今天这场戏。我跟你讲，这场戏他演的真他妈对不起，我说脏话了不是，就是形容词真 good， 就是这个好，他可以说，然后也会吐槽了，说那个人不行，那个他这个有点多了，他这个有点，他今天都一看就没背词儿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我们就平日常这样嘛，就我们剧组氛围特别好，就特别好，特别就是我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有一个新人演员，一个小孩年龄不大，他虽然我也算新人演员了，对不起一个小孩年龄不大，他当时我们拍那个戏的时候，他还在别的组还没杀青也不是他在那个别的组刚刚杀青，然后呢是因为我们这个组后面才拍他的戏嘛，他在那个组刚刚杀青，说来我们这个组别猜哪个组了，你就听个故事就好了听故事就好了，就听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我就想说那段记忆。然后呢他是从那个组刚杀青，然后来我们组了，来了第一天找不到状态，因为他刚从那个组出来这个组肯定找不到状态，就是也不是找不到状态吧，就是他演的就是导演不满意，导演就在监视器就看着我们说这样怎么弄他
他就是他，你咋弄？你咋弄？怎么弄？不行啊，你怎么弄？他就问我怎么弄啊？怎么弄？我说那怎么办？这不，我哪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不敢说呀，因为我们那小孩挺好的，我们也不能说有人说，哎，对呀，他不行，哪能那么样啊，对吧？你不能那么做人，你肯定也不能说啊，那你说啊，你再过2天就好了，你说多了也不好，反正就是安慰嘛，安慰大家就是让这个工作气氛好一点嘛。然后呢，我们也不能说很照顾那个弟弟吧，也不能说很照顾那个弟弟吧，反正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就跟他相处的也挺好的，然后我们开什么玩笑、聊天什么也都带着他。然后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什么呢？我们那个戏快杀青了，最后有一场戏，然后大概是临杀青的1周左右吧，有一场戏，那场戏呢是他自己的，就是我们所有演员都在，他自己 solo， 他就是那场戏是他。就他自己 solo， 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我们都基本没什么词儿，他是从头带到尾，从头说到尾，那么一场戏。然后呢，就是那场戏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的一场戏，就很重很重。我们都知道这场戏很重，我们就其实有一点替他担心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是个确实小孩，那个确实也不是说演的不好，他演的很好了啊，他也其实本身也认识很相对成熟的演员，但是可能那年龄小啊，年龄小。然后那场戏很重，我们现场其实我当时也不是瞧不起他，我们觉得因为这场戏很重，我就希望他好，我们就一直这样说那个什么啊，我们就一直把那个气氛搞得很轻松，就没给他压力，说哎这场戏很重啊，你得好好演啊。我们没有，我们就很轻松，我们都很轻松，说来弄啊，挺好的啊，对一下，我们先走一下，走的都挺好的。结果呢，过了一会儿，他第一遍演的时候呢，就演到一半的时候。因为一个调度，反正出了点问题，然后我们当时也跟他也没什么关系，然后就算了，就说那个咔，再来一下，那个再来一下。结果他第2遍的时候，因为那是他独角戏，那场戏大概有2页纸的词，但是词不重要啊，词不重要，那个词也不是什么难的词，但是2页纸1页半左右吧，一页半的戏，他自己从头演到尾。哭就几个层次，哭、难过、内疚到愤怒，再转，哇！那场戏演完之后，导演一喊咔，我们现场所有演员情不自禁给他鼓掌。那个画面我到今天都记得，我每次想到我心里都会就会温暖一下，你知道吗？就我们现场给所有演员给他现场鼓掌。就是你知道吗？我当时都要哭了，你明白吗？我那个哭不是说他真的是，你就感觉我他演的太好了，这个弟弟，他就觉得他可能是小孩，但是那场戏给我们所有人都震撼，就是你那种情不自禁的给他鼓掌。我演这么多部戏，没有一个剧组情不自禁给我，有当然也有了。哎，我就不吹我自己了，就是很难得是我们演员感受到是情不自禁给他鼓掌。当时我就给他就有种哇，弟弟长大了，我就好开心。我们所有人给他鼓掌，哇，那个时候我都想哭，你知道吗？就很感动，我的天哪！所以我觉得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做演员的快乐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啊，你们可能对剧组的工作环境，你们觉得哎都是明星什么东西的，你们觉得它很神秘。其实这个剧组一点都不神秘。其实它虽然我们要对这个戏有敬畏之心，但是其实我们的工作状态是非常要生活的啊，非常要生活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有的时候，其实让我觉得拍戏开心的时候，并不是说播的那一刻啊，播的那一刻说哎我的戏终于上了，最开心的其实不是，其实是你在去完成它，去创造它，去跟所有的大家伙一块儿去，就是你遇到好的剧组、好的氛围、好的演员，你那个感受力，你在那个剧组的快乐程度是绝对不一样的。你就会觉得你每天工作好有意思，你好有劲头。然后呢，你就觉得你好像真的在成长，真的在学习。然后那个过程呢，你比如说跟人讨论这场戏，比如说这场戏我们就五句词儿，我们怎么能把它变成一场非常精彩的戏，又好玩又有点，就那个动脑的那个过程。是最有意思的。比如说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合作到一些
特别成熟的演员，就是他演过好多戏了，他就现场给你加东西。我特别喜欢那种演员，因为他加完之后，我就觉得对我是个考验，我就觉得他对我是个考验，他对我是个那个怎么说？对我是个考试，就是他加完这个词我怎么接，还在戏之内，然后还能接得漂亮。这每一次到这种东西，我又既紧张又兴奋。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就是，比如我自己加完，我都会给自己鼓掌。对不起啊，可能有点狂妄了啊，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即兴完了，我自己心里会给自己窃喜。我就跟自己说，刘宇宁可以，刚才那个加的不错。刘宇宁，你这个演戏挺灵的。就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一念关山》有一场戏。我不是炫耀自己，我是想跟你们分享这种小窃喜啊。我演戏不成熟的，我现在也不是个成熟的演员，我是个就是还是学习状态啊。但那场戏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场戏是我没记错是李同光过来给我送药啊，在山洞门口。然后呢，那个任如意跟宁远舟说啊，那个什么，那个你的病还是那个李同光给的药呢？他说李同光的更史丹。我说什么狗屎蛋？说什么呢？什么狗屎蛋？其实狗屎蛋这个是我自己即兴的啊，我是我自己即兴的。然后呢，我什么狗屎蛋？然后他一笑就走了。我说哎，回来，你扶我呀，我还没好呢。为什么我喊了这句话？因为那个时候我脚骨折了，朋友们。正常那个镜头是要拍女主一出画，我说哎等等我就跑出画。但是我那天腿瘸了，我跑不出画。我当时脚骨折了，我走不了，我站在原地演的，所以我怎么办？我只能把我的词变了，我把词变了，哎，回来扶我，我还没好呢。所以就是这样既合理，然后呢又解决了我走不出画的一个东西。所以当时每当我自己有这种小设计的时候，我就心里就会觉得可以，我就会有这种感受，你知道吗？所以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拍戏最有快乐的事儿是这个事儿啊，就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在完成它的过程当中，你的一些小小的成就感也好，或者感受力被扩大，或者是看到别人非常棒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让你有所感悟、有所成长、有所感动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受是让你是我拍戏最开心的啊，让我做演员这件事最开心的事儿。有朋友说仿品。说燕子京那个仿品也是，我没记错，应该那个也是即兴的，那个是人那个赵露思现场即兴的，那个应该是，他就是当时说他，然后那场戏是我把那个项链拿给他，他看了一眼，他说仿品，我没记错，应该他是即兴的，我没记错，应该是即兴的，但这个时候他人说话了，我马上要接，我说仿品什么仿品？真的，我燕子京用仿品。这都是即兴金的嘛，接的嘛。如果听到这种，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演员是这样的，就是很多词儿都是啊，对即兴的嘛，所以才会有真实的反应嘛，啊，对吧？也不是人家也是，所以好玩的就是这种的，你可以在戏里边又在角色之内加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但是你需要遇到一些稍微相对成熟一点的演员，然后不是也不是说成熟的演员是。有想法的演员嘛？哦，对，你知道吗？就是我拍了有一部戏，我就不说哪部戏了啊。我那部戏，我身边的人呢都会演，都很会演，你知道吗？那部戏我拍的就是我很开心，既开心又紧张又兴奋。我身边的那些，就是我打个比方，我是一个其中之一的一个演员嘛，其他身边的演员都很会演。我如果不多想一点，我戏全部被人拿走了。也不能说人抢戏，跟抢戏没关系啊，就是人家演的东西一定会抢眼光，不会把戏抢走的，但你一定眼光在这儿。别猜剧名，不要猜任何的剧名啊，没有意义。然后呢，但是我就想说，我都这么会演，
所以我也得想辙，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是很有意思的啊。我就是跟大家分享啊，也没有跟大家这个炫耀什么的，我只想跟大家分享，我说我做演员最快乐的事儿其实是这个啊。所以作为演员来说，我还是要继续学习啊，好好努力，然后希望有机会诠释不同的角色啊，继续努力。其实我前一阵有很多矛盾啊，就是算了。其实有一个，因为有一个我们一个算是一个同事之类的吧，同事之类的演员跟我说，他说我发现一个问题，我说啥问题啊？他说我发现来找我的角色都大同小异，啊，都大同小异。我说那怎么了呢？他说我不想接了，我说我不想接这种角色，因为我觉得就都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区别，要不就是这个，要不就是我觉得都差不太多，我想演个不一样的。我说那你我说你擅不擅长这种角色呢？他说我太擅长了，我这么多年就演这个角色。我这几年都是这种类型的，都是这种的。我说那所以呢？他说我够的了，我不想演了，我想演别的。我说那有别的找你吗？那也没有。他说有也没有特别好的啊。其实我在想一件事啊，所以我当然我对他没有什么建议，也没有评价啊。其实我在想他身上的事儿，其实也有可能是以后我要发生的一些事儿，就是有特定的角色，特定一种的角色总会来找你。啊，总会来找你，然后你们真的不要猜人名，你们因为猜不到，啊，人猜不到。其实我也在想我的一个问题啊，我在想我的问题，不是说扩宽戏路，其实比如说打个比方，这个人特别适合演少年，他说我演了好多年少年了，演了好多年少年了，我现在想演一个反派大哥。我说也不是不行，有找你的就去呗，啊，你演一个那种大哥，你想演就去呗。他说没，就是基本也没有那么合适的啊。我说那，就是其实就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呢，我听完之后，我在想，因为我找我的角色其实也都不算区别不算太大。啊，就是当然，因为我前面拍男二、男三比较多，男四比较多的，所以在拍配角的时候，你的那个人物可能会更加丰富一点。但是你拍主角，其实就分那么几类嘛，其实是很少，就是相对来说会比配角会少一点类型上。然后呢，我就在想我说那我怎么办呢？我要拍点不一样的吗？但后来我想了一下，如果他们想要不一样的，他为什么要来找你呢？比如说你这个人就适合演少年，那他想找一个社会大哥，他为什么要找你去演社会大哥？他去找更适合社会大哥的一个角色去演就好了吗？是这逻辑吧？哦，就是你可能他对人家选择你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有少年感嘛，对吧？你演少年像，你那个劲儿是对的，你有这个感觉。但你要非要演个反派大哥，那有比更适合演反派大哥的人呢，对吧？有反派 boss 的，有更适合的人，那为什么来找你呢？你可能你能演，但是你不像啊。哦，除非说我这个戏要一个长得像少年似的，但是是个反派大哥，那个是可以的哦，那就找你是对的嘛。但是问题如果那有比你更适合演反派大哥的人，那为什么要找你？所以我在想，这也是同样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吧，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你现在我对我自己的规划是什么呢？我当然会尝试新的东西了，但是你要先在你的自己的领域里做到顶尖之后，你再考虑转型啊。你真的是这个领域的顶尖了吗？你不是，或者你一定真的做出什么名堂了吗？也没有啊。所以我还是踏踏实实的
别想那么多了啊，别想到什么转型啊，什么别想到这个追求艺术啊，什么追求这种的，别了。你先把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干到靠谱再说吧啊。所以我跟他说了，我说那你就在其实我跟他分享，我说那你不如你把你现在最擅长的这个东西，最擅长的这种角色，你演到你这个类型的演到这个就是演到这个类型的无法替代，就是谁演不过你，或者是你想要这种角色，第一个想到你，或者是你就是可能别人都没有你做得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就你为什么非要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去拼呢？就追求你所谓的追求，也没有什么。你真的做得好的话，你可以啊。对，就做到无法替代，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我一直坚持直播就是这样的？其实我就是这个思维啊。我为什么一直坚持直播？因为我觉得，我相信这个行业里演员也好，歌手也好，有很多人都能做直播，也有能力做直播，肯定有很多人做的比我好。但我为什么要坚持做呢？我坚持做，就是没人能做到像我这样坚持做。我坚持做直播这件事儿就是无法替代的，所以人就是有一点是无法替代的点，他就一定会有市场，他就一定会有受众，你明白吗？有很多人做的比我好，但是他没法像我播的这么频，也没办法像我播的时间这么长，所以我的这个时长和频次就是无法替代。这宇宙像一扇窗。哎，就跟我发歌一样。我发歌虽然我不是最火的那个，我唱的也不是最好的那个啊，我唱的也不是最好的那个。然后呢，我的那个音乐也不是最好听的，我长得也不是最帅的，但是我就是要大批量的发，在数量这个地方尽量做到有一定地位。啊，当然咱也不是乱接了，也不是啥都接的啊。有一定地位，无法替代谈不上，但是有一定的这个市场，就是在 OST 这块有一定的市场就可以啊。比如说这个想到 OST 里边，说哎找谁唱 OST， 我能是在这个名单当中其中之一，有一席之地就可以了。啊，无法替代那是谁都能替代你，其实啊，我说的是某一个，因为歌这个地方确实我很容易被替代，但有一席之地就够了啊。推开了就在那河上，谁踩过枯枝清香，萤火绘着花屏香，为谁拢一袖芬芳，红叶的信笺情意绵长，他说就这样去了。反正那天我当时参加了个音乐盛典，然后他当时采访我说小宁，你今天已经发了25首还是26首了，我忘了啊。就是咱就打25首歌吧。今年我一年发了25首歌，专辑还没发呢，朋友们。我今年发了25首歌，虽然就是没什么太多火的啊，25首是吧？虽然没太多火的。但是你想一下，25首歌，一年才12个月，也就是一个月发2首歌，平均一个月2首，这算有一席之地了吧？到美丽的地方，谁的歌声轻轻轻轻唱，谁的泪水静淌，那些年华都化作过往，他们依依着彼此说好要面对风浪，又是一地孤荒。烽烟红了。
老大，我是你的生粉儿，生粉儿是什么？声音的粉丝是吧？啊，也就是哪有叫生粉儿的？应该都叫哦，都他打的是声音的声啊，应该不都是歌迷吗？啊，要不是歌迷吗？生粉儿是啥？啊，生命粉儿，声控。我是在你心里，我是个声控灯，你随时给我一嘴巴，我就亮了。啊。他想听，他说的是你不唱歌不演戏的声音啊。我平时不演戏不唱歌的声音是这样的。你觉得好听吗？怎么样？还喜欢这种声音吗？啊？我平时纯是一个就是公鸭嗓。平时纯是一个公鸭嗓，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很不爷们儿。有朋友熊二都听过。哎呀妈呀，光头强又来砍树了。爸，你说话怎么累？我这么说话，这是最轻松的。这样说话完全不会难受。你天天在家都练啥？我啥也不练。好像易中天呢，我刚才说话的声音这样是易中天老师。没有啊，没有冒犯啊，我没有冒犯，就随便想到了，对不起啊，没有对不起。说诸葛亮才高8尺，容貌甚伟。其实我跟你说，我觉得我学的最像是那个米老鼠说话。米老鼠说话，我学的是最像的。那天就是我记得我那天在那个迪士尼录那个东西的时候，当时我一听，哎，这跟我声音好像啊，然后我可以模仿了，然后当时就跟着那个米老鼠说了好多。3楼到了，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迪士尼，希望在这里能够度过美好的一天。哦，大堂就在3楼，3楼到了，一模一样。昏黄烛火起摇晃，大红盖头下谁彷徨？流泪的花和荣喜堂，轻轻学一个蜡笔小新，蜡笔小新学的不像。蜡笔小新学的是最不像，因为蜡笔小新就是我学的不像，因为蜡笔小新可能需要女生一点的。妈妈，我不要吃青椒。放在一旁，小白，小默片播放，刻下一寸。海绵宝宝，以前我准备好了，派大星，我准备好了。旧时光，他说就这样去流浪。海绵宝宝，你的第一要不要跟我一起抓水母去啊？谁的歌声轻走吧，派大星。轻轻唱，谁的泪水哎，其实海绵那个派大星跟那个猪八戒有一点声音上相似。
啊，你听那个谁，那个派大星是海绵宝宝，我们要不要去抓水母？这样的。猪八戒是师傅，那我们该吃饭了吧，师傅？啊，他有点像，他其实有点那个感觉是一样的。抓水母，师傅。金堂，烟花易爽，鸟儿却飞上。人生后苦好似寒彻夜，这一步上，又一年七月晚风凉。是隐隐日君一场，这场故梦里，故江深远荡，只谈上一忘。19年的时候，你还模仿过那个树懒？没有啊。没有吧？应该没有。谢老板不太会。谢老板不太会。学呆米说话是吧？来，根儿。长，他睡着了，让他睡会儿吧。几点了？10点是吧？我看我今天播多久了？3小时40分钟。这样吧，我放个 VCR， 我去个卫生间，然后我今天给你们凑播4个点，咱就下了，好不好？咱们要在时长这方面无可替代。因为放个 VCR， 然后那个啥，我去个卫生间去啊。刚那个没播完啊，节目单上的歌没唱完呢，我熬了。弄了一下发型，结果非常的杀马特。狗叫，一般狗怎么叫？朋友们，就是他们的那个叫声是什么呢？是英文，因为他们发音是什么呢 ？F， 但狗是这样。演发种人的秘诀就是什么？得莫名其妙的露出一些坏笑，要不笑，要不就板个脸，要不一笑就是那种，必须把这个头一低，就是。你不好好学习，你长大还看好吗？挑大分呢？就你挑大分，你都分不清几统，还不好好学习，不想上学，你这飘了你喜欢自己去买去，你上我这要好吗？抽奖还抽奖，我家就单独有房子，你要不要抽奖送出去？有朋友说你这个衣服像泳衣，你说完之后，我真的还觉得有点像。指什么东西，我基本不会这样指。我说你是不是有病？你是不是有病？我不会这么指，我一定会用手指。我就说你是不是有病？还有什么呢？我来不了。我经历过社会的洗礼这种东西，我自己能打我自己。我这样给你变成青蛙，我想你看现在在我面前直接给你变成青蛙，直接给你麻辣了给你。有很多朋友问说今天这是什么造型啊？我跟你聊不了太深的这位朋友，你呀，就是这种高级直播你有点看不懂，这是最时尚的一个直播间，非常的 fashion。一键3连，关注我的微博，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卡点儿。First things first, I'm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I'm fired up and tired of the way
and shaking my soul into the masses, writing my poems for the few that look at me, took at me, shook at me, feeling me, singing from heartache, from the pain, taking my message from the veins, speaking my lesson from the brain, seeing the beauty through the. Hey, pick me up, you pick me up, believer, believer. Hey, pick me up, you pick me up, believer, believer. Let the waters fall, let them rain. My life, my love, my heart again. Hey, pick me up, you pick me up, believer, believer. Third things third, send a prayer to the ones up above. All the hate that you've heard has turned your spirit to a dove. Oh, ooh, your spirit up above. Oh, ooh. I was choking in the ground, building my brain up in the cloud, falling like ashes to the ground, hoping my feelings they would drown, but they never did, ebbing and flowing, inhibited, limited, till it broke up when it rained down. It rained down like. Hey, pick me up, believer, believer. Hey, pick me up, believer, believer. Let the waters fall, let them rain. My life, my love, my heart again. Pick me up, believer, believer. 什么意思？一键三连，关注我的微博，我叫摩登兄弟刘宇。夜的安静。朋友们，我刚突然看到饺子了，我想吃2个，你们可以等我一会儿吗？我正好一个吃播，我就想说，那么吃2口吧。我一般直播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哎，你吃点东西啥的，吃播啥的。我一直觉得就是我直播嘛，大家来看我吃东西这件事，我觉得我很不礼貌，就好像你家人来你家做客，你的朋友去你家做客，然后你不管你朋友，你自己哐哐在那吃，然后你朋友在那瞪着眼看你，我就觉得有一些不礼貌，所以包括以前做直播做吃播的时候，我也很少吃东西。那今天是过节嘛，过节人很多朋友家里有饺子，咱们就一块吃一口，好不好？接下来我就找一个那个 VCR， 咱们放一会儿，好不好？找个 VCR， 咱们瞅一眼。看看有没有好看的 VCR， 咱们一起蕊一下，蕊 action。这个很短，感觉，没事，短就蕊个短的吧。嗯哼。一边是一个孤星，一边是去逃避。你看着自己无奈的无罪手心，下定决心的你，我鼓起勇气去拥抱。算了，吃播不都有那种就是那种喜欢听那种咀嚼的声音吗？然后就是那种很解压。这样，我给你们来一个。但我平时吃东西是不吧唧嘴的啊，朋友们，我平时吃东西不吧唧嘴啊，我只是说给你们蕊一下。吃东西一定就是那种要让观众觉得很香，非常的香那种的，就是那种可能没那么好吃，但是一定要感觉这个东西好香啊！啊，朋友们，先来个蔬菜啊，先来个菜，哪怕不烫也要吹一吹啊！来啊！
对不起啊，广告是吧？对不起。你睡醒了啊？一会儿给你吃啊。来个饺子啊，一点辣椒没有的。再吃一个，好辣呀！最后再吃一个啊！OK， 也算过节了。看饿了是吧？说实话啊，对，还行还行，就是有点凉了，估计是。一会儿下播再吃吧。老大会吃生蒜吗？我还真会啊，我是那种啊，好，戴米，来，就是我刚才呼呼睡觉，然后我这一那啥，那个吃东西他就过来了，就纯一个馋猫子啊，你看眼睛就盯着那个，眼睛以前是眼里只有我，现在眼里只有饺子了，纯吃货啊。再吃一个好不好？吃一个啊，就吃俩行了，差不多得了，过个节啊。可以了，可以了啊。跟这些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别看饺子了啊！好，走吧，吃两个得了啊！有没有姐姐？我是姐姐，跟这叔叔阿姨们打个招呼啊！跟狗也要计较啊，跟狗也要计较，你们真行。
你说我才19岁，他才4岁，叫你阿姨有问题吗？叫你阿姨有问题吗？有问题吗？啊？我说戴米不嚼，因为狗就是它就是吞咽类的一个动物啊，它就基本都不嚼的，就吞咽。为了看直播下载的微博啊，哇，真的谢谢你，流量这块我需要给你报一下吗？谢谢朋友们啊，凡是看我直播的时候，朋友们我都会那个不定期的给大家送出一波这个流量啊，送你3个 G 的流量啊，咱们可以送你，需要。然后我在学校我是用流量看的，那你可以把我的那个高清程度调低一点，因为都可以调那个，我都可以调清晰度，你可以调低一点清晰度，你的流量会少一点。可以，没事。有朋友说那个你欠我那个什么，欠我那个3G 流量和1袋大米。我刚有朋友看签到都很久了啊，我回头研究研究，回头研究。我看我淘宝积分够不够换那个大米的，我多换点。换完之后呢，我就比如说演唱会结束了，到门口领10斤大米拿回家。我看演唱会的时候可以在演唱会门口啊专门弄个地方，然后你凭票可以领1袋大米啊拿回家。凭演唱会票以及你的这个签到截图，可以领1袋大米往回走啊。10斤大米还行，10斤拎不动啊，那拎不动我就弄2斤的，更省钱了。你还知道吗？我想你也会流泪，你好吗？我老大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哦！祝你生日快乐。行，才剩点时间跟你们唠会嗑啥的，我也差不多了啊，也差不多了。你们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跟我聊一会儿啊。有人说粉你6年了，啥也没有，你现在不是拥有我的陪伴吗？你不觉得就是这个更有意义吗？你要想着，我这场直播是专门播给我这些粉丝看的。因为不是我的粉丝，基本也不太爱看，有可能走过路过有一些这个路人来看一眼，他也是看个热闹。但我的今天的这场直播是完完全全是为你而播的。这还不算多吗？不多的话，那就过2天再来一场。所有惊心语都埋葬在心底，然后连自己说不在意，又回到原点。我的宇宙已经足够，请你不要冲进来。当然也谢谢今天每一个在直播间陪伴我的这些朋友们啊，可能很多朋友不是我的粉丝啊，然后也是走过路过看了我一场直播，也谢谢你们的支持和陪伴。那如果此时此刻还没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新浪微博，谢谢各位了，辛苦。
也希望所有关注我的朋友们都能够今年马上2025年要来了，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啊！所有这个，因为这个马上马上这个都要过年了，所以呢，在这里呢，所有在我直播间里还有那个给我点关注的朋友们，我都有提前给大家拜年啦！在这里呢，祝我直播间的每一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能够在2025乙巳蛇年的时候，能够身体健康，万事都如意。有朋友说，这个时候你应该来个2人转吧？嗨，您瞧瞧，这不就来了吗？各位，给大家表演一个吃饺子吧。我是真的吃饺子啊！在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过一个好年，别提多开心了。您要问我吃的什么馅儿啊？嘿，香菇虾仁儿。就是有点凉了啊。演唱会的事儿，演唱会为啥每次我都讲，你们每次都要再问呢？演唱会就是在弄了，现在今天晚上刚把场馆的东西发给我，然后我看一眼在哪儿，再定几个场馆，然后再想说开多少场呢？当时说定20场，我觉得是有点多的啊，我觉得有点多，所以我就想说别那么多了。所以今天晚上可能也选一下场馆什么的啊。有朋友说，我闺蜜问你演唱会票多少钱啊？就正常钱，你可以现在去那个买演唱会票的那个网站上去看一下，别人卖多少钱，我基本也是都那个价钱啊，都差不多的，它不会贵，也不会太便宜，都那样啊。有可能是不同的，比如说你坐第一排肯定会贵一些嘛，那坐最后一排肯定便宜点嘛，越靠前会越贵一些嘛，就那样啊。是你浅浅的笑语，无视你那浅浅的声音，是最动人的旋律。今晚的夜色你令我深深的着迷。就是有朋友说，20场不多，然后但是有的场是有的地点是开2场。比如北京应该要开2场吧，上海怎么也开2场，就这种，然后武汉一定是要开2场的，对，所以就是因为上次欠的武汉的票嘛，然后像这种地方有的时候就是2场嘛，2场的话，这样一均也城市反正都能去得到啊，你们周边都会去到你们附近的，就哪怕不是你家的那个城市，然后也会去你们那儿附近的，比如说那个区域我们会选一个比较靠中间的一点的啊。就比如说那个，要不重庆，要不四川啊，开一个地方就行嘛，对吧？因为离得很近嘛。不是四川，一个重庆，一个成都嘛，说错了，一个重庆，一个成都，
然后呢，如果说对啊，就很近嘛，所以就可以再选一个地方嘛，嗯。杭州一定要开，杭州应该是会开的啊，杭州应该没问题，南京肯定有，南京、杭州啊，像这种的长沙啊、北京、上海，然后广州啊这种的，哈尔滨啊，然后不一定西安呐、什么合肥不一定啊，合肥不一定，山东、青岛那边可能是要不济南，就是反正就这些地方嘛，主要的地方嘛，啊，郑州啊也有可能，对，所以今天他那个表已经过来了，我回头筛一下，我看一眼再给你们答复啊，不着急啊。有没深圳有？深圳没有的话，那就广州有嘛，所以你可以来广州嘛，就是也很近啊，就是它不可能是一定是在你那个城市，然后有可能就是你需要坐个车来，也辛苦你嘛啊，说宁老师是宁哥还是宁老师？我没看好，应该好，你叫了说个老师哈，别叫老师啊，我是弟弟，你叫那个小宁或宁哥就行。然后那个啥，最后一场我大概我会把这个周期放长一点，我不会说很赶着把它开完，把周期放长一点，比如说20场我用半年的时间给它开完，20场半年时间是1个月，1个月3场也不少了，我尽量1个月开2场吧。我尽量是保证1个月开2场到3场左右，就是别让他那个什么，就是我把它开的太疲劳，因为我有可能会在别的工作上嘛，要不就拍综艺啊，要不进组之类的，所以就是我不想给自己拍的太那个开的太疲劳啊，你们也是别太疲劳啊。有朋友说我爸妈不让我去怎么办？那就先别去了呗，那怎么办？你跟你爸妈说我要看刘宇宁演唱会，他们不允许，然后你要跟他们对着干也犯不上啊！你就听你爸妈的，别看了，你搁网上看会儿得了。到时候咱家去的这些这个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他可能会帮你去录那个视频啥的，你可以到时候在这个平台上看啊，你可以看点片段啥的，他们肯定会记录的嘛。对，你到时候在那儿看吧啊！我带我儿子一块去，可以的，你带谁都去都行啊。前排好抢吗？这个不知道，应该没什么人买吧，不太有人买，所以你应该能抢到啊。会穿婚纱吗？到时候看季节啊。你要太冷的话，咱们就别穿了。然后到那种暖和的城市，比如说天很暖和，我们就集体先商议一下。我说这场你们穿婚纱来，咱们开个 party。咱们热热闹闹呗啊，咱们到时候看嘛啊，到时候看，又太冷了。比如冬天12月，我让你穿婚纱来也没必要啊。到时候咱们看啊，咱们看那个具体的一个温度和城市，还有我们的主题的一个氛围，咱们可以搞好多那种的。比如说这场穿婚纱，下一场咱们就穿秋裤啊，穿棉裤来啊，就那种的不一定啊，就是那种穿棉裤、秋裤、睡衣那种的，就是毛茸茸那种睡衣那种的，就很可爱那种的，可以不一定啊，穿拖鞋来那种的都可以啊，旗袍啊什么都可以，汉服啥的都行，反正咱们搞点那种，你们也有点仪式感嘛，对吧？然后最重要的是把那个什么，把那种就是你把家里那种房产证那种就是那种复印件都带的。有那种家中有那种那个手袋，说存款过1亿的用户有那个手袋，那种袋都拿的。因为当时去的是什么呢？当时我演唱会的时候会有很多什么呢？很多品牌方的或者是一些这个行业内的，包括平台的一些，我都会邀请，不同的城市都会邀请。你这样一拿，就显得我粉丝很有实力。哎，无论从购买平台会员上来说，或者购买产品上来说，很有钱，很有实力，购买实力。所以这个时候啊。就容易就是通过你们的这个反应，直接明年给我揽3个活啊，把家里存款那种袋带的，然后那个房产证有那种有驾照行驶本的，你都把复印件都复印一份，别拿原件啊，别丢了，把原件容易丢啊。
就比如说你打个比方，因为可能是我领导也不是领导，说错了，我说那个平台的领导，或者是那种我们那个品牌方的领导来了，然后他们可能坐在前排，或者是坐在包厢里，或者是稍微中后排一点，也都有可能，因为不一定那个票是怎么回事儿。到时候呢，你们我还演唱会没开的时候，你就先把这些东西都拿出来，坐在上面翻。房产证，这是那个我杭州第2好的小区那个独门独栋的一个别墅啊，这个是当时买多少钱？当时买2000多万，现在应该就1000多万吧，回头给卖了。啊，研究那种啊。有朋友说我弄一摞假证，你可别给我瞎弄啊！弄一摞假证，现场给你带走了。我演唱会开好好的，进来人给你带走了啊！弄一摞假证，领导会有朋友说，那品牌方的领导会觉得我们有病 ？No， 朋友们，不是说你们有病，就是产品这个东西啊，无论是产品也好，一定就是你如果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人，很难销售给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那种购买欲的冲动感，你没有那种疯狂购物的冲动感。你很正常，你很理性，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就没那么的冲动。但是他看你拿着给他翻房产本，他感觉你8成是精神病。他感觉你8成是精神病，就很容易有那种购物冲动。哦，而且你这么的喜爱刘宇宁，来他的演唱会上都带着房产证来，这样品牌方就觉得你这个人肯定第一精神不太正常，第二有疯狂购买的这个可能性，第三很爱刘宇宁这个艺人。这样如果说跟我合作，有一个品牌他卖充电宝的，打个比方卖充电宝的是你能买400个充电宝给你家电视机供电，家里电冰箱从此不用什么了，不用电源了，全买充电宝供啊。家里孩子上学骑电瓶车，直接用充电宝给他充电瓶车，就有这个可能。他就觉得你能干出这种事儿，所以他就疯狂跟我合作，懂不懂？啊，就是这种是能干精神病的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啊。有朋友说10个把大家里那些就是嫁妆金货都带上。咱家很多朋友结婚了啊，因为当年可能结婚的时候都有嫁妆，家里给买的大件儿叫什么就是项链，什么手镯、脚链，什么腰链，什么戒指，那个镯子，乱七八糟那些一堆东西，3金是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叫3金是吧？3金还是5金什么玩意儿？我不知道，16金了现在都啊，大腿上挂环似的都那种的是吧？我不知道，小腿肚再绑2个啊，肩膀上再来一个啊。有朋友说把3金什么带了，那倒不用了。问题是啥呢？问题我倒希望你们带了，但是你在半道上被人抢了，再丢了，在马路上看完演唱会，因为你要喊，你在那带个大镯子在那儿给我甩荧光棒，直接那金镯飞出去飞前面脑门上，你说谁捡下能给你？因为你当时你肯定要甩荧光棒嘛，啊 ，Fall in love for 无心盛大，甩镯子飞出去了。再给前面你说你带那种400多克那种的，你怎么办？你前面直接一个小姑娘给你砸懵了，给人家啊！所以尽量就别带这种那么贵重的了。我说带假的对身体不好，也尽量别带啊，因为到时候你可能摇荧光棒的时候容易出汗你带个假的金镯子，你这手脖一圈黢黑的，你就跟阿卓似的，给人感觉你像不爱洗澡似的，到时候。啊，尽量别带假的，因为你当时在看演唱会的时候，你一摇肯定上劲儿上头，你肯定会出汗，你胳膊一出汗，那一圈那个带个金镯子，这一圈胳膊黢黑的，感觉中毒了似的。比如说家里有朋友说带一个钥匙串在身上吧。哦，比如说家里有好多房子，带那种就全出租一个钥匙环，顶上挂6、7、10把钥匙那种的，
那可以，那就是那个就尽量别提在手里，挂脖子上，打个大铁环挂脖子上，上面全是钥匙啊！你直接就是就是你可以在这些品牌方领导面前摇头晃脑啊，直接震倒他们，摇头晃脑的。然后上那个什么呢？上上网上买那种就是劳斯莱斯、宾利这种车钥匙打火机啊。就是一进场啥也不用干，就拿打火。就很多朋友说，比如说有金货什么的比较难拿，你就直接去买那种打火机，进场就给手上转钥匙环。人啊一停一看啊，法拉利啊，一转啊，宾利啊，劳斯莱斯、奔驰、宝马啊，就是可以炫起来啊，咱们自己都演起来。这就跟这个东西啊，就跟什么呢？人就是我们整个粉丝群体啊，就跟剧一样，都是需要营销的啊。你可能感觉这个就跟剧一样，剧可能播的不好，但它营销的好，就觉得好像这个戏还行。我们也是，我们可能是这个，就是可能手里这个手头有点紧，但是打火机一转起来也算一个营销，给你炫上天了，给你。啊。打火机不能进吧？你把内胆拆了不行吗？你能不能那就这样子，别买打火机的，那就直接买模型，直接买那种假模型，一摁还闪灯那种的。啊，打火机应该进不去，对，才想起来。你干嘛？饺子没吃饱？有朋友说拿真的不行吗？哦，也就是你家真有劳斯莱斯是吗？拿真的劳斯莱斯钥匙啊？那当然也是可以的。你可以直接就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要真开劳斯莱斯来看我演唱会，哇，静电！我的天哪，静电直接进耳朵里！你别碰我了，你身上都是静电，别碰我了。你身上都是静电，走开！嗯，给我耳朵差点给震聋了啊！如果你真开劳斯莱斯来，这样，我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咱们就在什么呢？比如说我在这个场馆里边，我专门弄出一块 VIP 车位，朋友们，我直接弄一块 VIP 车位，刘宇宁粉丝 VIP 车位里边停的车基本都是要不就劳斯莱斯，要不就迈巴赫这种的，要不就是什么呢？宾利啊，法拉利，保时捷都是卡了一个边缘吧。哎，那个位置专门给你们留，包括像直升机啊，啊，比如说那个地方我要放一个直升机停机位啊，就是有没有先别说，先搁那放的，就是假装说今天我有个粉丝来开直升机来，都可以啊。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保时捷都未必能进去，不一定，到时候看情况啊。保时捷比如说像那种卡宴啊可以，派纳梅拉这种的也将将就就能进去，然后像那种迈凯就往后扫一扫啊，就可能是不让进了。比如像718这种的，就是我们有别的地方停车，但 VIP 车位这个地方仅限这几个地方啊，911也可以，是不是都可以的？有朋友说我坐火车来，你把火车开演唱会门口啊？你爸就算是火车司机也干不了这事儿啊！我骑摩托来行不行？可以啊，我们有专门的这个摩托车停车位和自行车、共享单车停车位都有啊。你们就不停，我只是说我会把这个正常，就是所有人进场的时候，进场不都一个蓝山嘛那种的，就是那种蓝山，然后这个人的顺着这个走，两面左面全劳斯莱斯，右面全是各种别的好车，这样子进场的那种嘉宾啥一看啊，牌面。GL8停哪？GL8停车库里啊，停车库里啊！你开 GL8来是吧？你走一走，给我们烧我们家几个粉丝啊！
你给他们捎到这个地铁站，或者是捎到那个酒店啥近的，顺道捎2个人走，别自己开个 GL8自己走了啊！你那可以拉7个人呢，7座了呢。你做完之后，你能拉6个粉丝，你给他们捎一捎，送一送啊！你说你给你人下车给你扔5块钱算油钱啊？等于拼车了是吧？你不是来看我演唱会的，你是看完演唱会顺便干个滴滴，顺便接个活啊，也是可以的啊。G63 可以，G63但是进不了 VIP 停车位。我说的那是 SVIP 停车位，你 VIP 停车位也是可以进，G63可以的啊。G63 呢？对不起，我没反应过来啊。G63可以进啊，G63可以进。也派大梅拉都能进了，你那也可以的啊，G63可以啊。UF 停哪 ？UFO 停哪呀？停我脸上停哪？给我带走吧，好不好？你开 UF 来，你开 UF， 朋友们，你很多朋友刚刚还跟我说让我上架闲鱼要给我买下来，你只要开 UFO 来，我就跟你走，你今晚就能跟我领走。我告诉你，你只要开到 UFO， 我以后可以跟人吹牛了，我说我被外星人抓走了。我不生气，别让傻的日记，都不至于的问我没关系。如果说我开挖掘机来，你好像没有点常识，你的挖掘机不让上那个主道啊。我们这个大城市这个马路铺的这么好，你挖掘机哐哐给压了稀谁啊？你看一看你就是没有挖掘机，所以你在那胡说八道。你要有一点常识，你都知道走不了那样主干道。就是什么，就是厉害，就是肤浅。兰博基尼行吗？兰博基尼也可以啊。你就是兰宝，他还说的是兰宝基尼，不是兰博基尼，兰宝基尼。这一看你是汉康的啊。啊，你是来自汉康的吗？还是怎么事儿？兰博基尼啊！我们都开 Benz， 开 Rolls Royce， 你开马自达，活该你。算了，别黑人汽车品牌了。我记得当时那个，骑马来不让上路啊，马应该是不让上路，倒不是怕你出点什么危险，怕给人踩了啊。你开牧马人可以，你做一个你开牧马人来骑马就算了啊。有朋友说 A7 能装下你吗？你们给我炫富呢在那儿啊？通过报一下你家庭的这个车辆的使用情况来告诉我宁哥我有多有实力。就刚才那个时候朋友说我兰博基尼可以吗？这个朋友说挖掘机可以吗？那个纯可能胡说八道。但这个朋友说的就很妙，他这个可信度就很高。他没有吹牛，他说我开兰博基尼的或者怎么样的法拉利的，他没有，他直接说我开 A7 的嘛。A7 这个就是呢，你说它很贵吧，它绝对不是那种豪车级别的，但你说便宜吧，它确实也不便宜，也很贵。所以呢，这个就是很真。A7 啊，能不能装下我？肯定能装下。我炫不炫吧，也能进去吧。然后我开飞机去，我说了我会给各位留一个直升机停机位的啊。你们要是开直升机来的朋友们，你们就自己去提前报备什么事儿。但是我那个机位是有的啊。我咋不相信有人开直升机来？行，把我直升机开上，可以，你开快艇来吧，有朋友说我坐公交地铁来，那个最好啊，最绿色环保出行非常好，而且你有这种社会使命感，你就是纯就是那个社会环保非常好啊。你坐这个地铁和那个公车我是支持的，
降落伞就是这飞机上跳下来，跳伞来看演唱会呗。那你走的时候怎么走啊？你走的时候怎么走？你带着你跳伞的装备坐地铁走啊？那也挺复杂啊。只要我不在乎，就没什么能伤害我。给戴米做个狗拉车，戴米可做拉不动啊，拉不动你们。戴米玩具，我没买，是人家上次我做采访，人家那个采访那个地方人送的啊，他们给戴米做的，我就给带回来了啊。就上次有一个采访里边不有这个东西吗？嗯。演唱会哪个位置好啊？演唱会你要说真正演唱会位置好，那肯定是在台上嘛。肯定站台上，比如说这个这是我这是我，然后你就这样嘛，走哪跟哪，就这样这样，这是最好的位置，啊。但是不卖啊，我现在不卖啊。没有，就前排肯定会看得清楚一点嘛，但也还好，反正你们就平常心，你能抢到前台就抢前台，抢不到前台别的我稍微往后一点也挺好的，我尽量把那个氛围弄得好一点，所以你在哪儿做都尽量是让你们都能感受到啊。对，之前他们想说要不要做4面台的，我真的4面台有个好处就是可能会前排的票会多一点，好像是啊。因为4面嘛，你哪一面都是前台嘛，因为你有4面的前排卖嘛。但后来想了一下，别做4面台了，因为4面台我觉得我是不太习惯，因为我就感觉整个就在舞台上溜达。我上次给人客串了一下嘛，不是吗？我就觉得我一直在溜达，因为我要照顾4面的观众嘛，我就整个舞台我在这溜达，溜溜达达的唱，所以我不太习惯哦。正常的舞台都是3面台嘛，哦，正常的舞台都是3面的嘛。有朋友T 型台啊，我本来也是要做 T 型台了，但是问题是 T 型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是你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的。T 型台，比如说我这一个舞台，然后 T 型台延伸出去，首先第一点是什么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延伸出去这个地方就坐不了人了嘛。比如说前排1680的票我有200张，我前面 T 型台一延出去，我只剩50张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 T 型台和那个观众之间还是要有很多的距离，它有个安全距离，所以只要 T 型台一搞出去，前排基本没什么座了啊，没什么座位了。就是因为他不可能，你就让你站台底下，跟录节目似的，像我们录那种，像我们录那种晚会那种，你真的可以站台上伸手那种的，不是的。那因为他要演唱会，他有规范性的，你其实离那个 T 型台也很远。对，所以 T 型台是搞不了的。所以我在想，要不要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吊威亚？我就是每一场有2个歌手吊着威亚，然后飞出去，飞到你们头顶上，就在你们头顶上，就是，但希望那天就别拉肚子就行，就是。
我尽量就是飞出去，然后可以巡回游一下，然后在这个面，然后天空上，然后唱一会儿，然后在这面天空上唱一会儿。我在这么想，要不要搞这个啊？嗯。有朋友鞋给你拽掉，我当然不穿鞋了啊！我就如果真的掉威亚，我身上一切贵重物品我都不敢揣兜里，我怕掉下去之后就永远找不到了。哪怕我就打个比方，我随便戴个这个宝贝的戒指，掉下去之后直接拿走了。啊！哪怕是什么，哪怕说，比如说我下午在那个休息室，我那个什么嗑点瓜子儿，然后剩点瓜子儿放兜里放的，然后没吃完，那瓜子儿掉出来都得捡回家。我跟你说，朋友们，真的，我不是说朋友们，我说这话绝对没有贬低你们的意思啊，我没有贬低你们的意思，因为上一次我跟咱家这帮朋友录了一个，那是几年前，3年前录了一个综艺，是厨师综艺。录节目就是那种厨师综艺嘛，最后一期说宁哥在舞台上做点吃的，我就给他们做了点拔丝苹果，做了一道拔丝苹果，做了一道那个打卤面，然后呢，朋友们是把那个打卤面条直接装到那个就是这种小塑料袋里，揪2根面条啊，朋友们，揪2根面条啊，放塑料袋上密封好，带回家，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带回家他准备给风干了。然后估计拿相框给框上，这是宁哥做的面条。所以我不是说就是你们把瓜子捡走了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件很离谱的事儿，这真的。啊，你别说，有朋友说鞋给你扒下来，我跟你说袜子都给偷走，我跟你。别说鞋了，鞋带给你抽了，鞋带给你抽回来，把鞋拿走了，鞋大家一撕吧，我最后给袜给扒了。穿啥袜子给你扒啥，不穿丝袜给你丝袜扒了啊！全纯的，就什么给不给你留啊！有朋友抠你脚心，你好像有病，你好像有病。有我偷偷摸你脚，你个女孩，你在说什么屁话在那儿？摸我脚干啥嘛？你有病吧你？你可以光明正大找个机会咱们握个手，你摸我脚干嘛？演出那天一定要把脚好好洗一洗。前一天晚上如果飞起来的话，尽量把脚好好洗。泡一把，弄点这种，比如弄点这种，什么草药啊，泡一泡。开玩笑啦，开玩笑，因为那个飞起来也不会离你们特别近的啊，一定是也挺高的，它离太近、离太低了，肯定是你们有危险，我也有危险啊。我倒不是怕你们给我落下来，那犯不上。对，就是我可能会高一些，我在想，随便想的啊。应该郑州是没有，刚才他们给我发消息，我刚才看到了，他们团队说，这些场地里好像说郑州是没有的啊，郑州和哈尔滨应该是没有啊，哈尔滨应该是换别的地方，但不重要啊，因为就主要是不是说我有一个问题是演唱会这个东西很那个，就很难讲的一件事儿，就是它场馆不一定有啊，你那个场馆，你那个时间段或者你那个场馆有没有合适的，或者那个场馆，比如说明天我场馆都包出去了。那你就来不了了呀，你可道边开啊，对吧？所以现在为什么这么提前去搞这件事，就是场馆的问题嘛，啊，所以到时候看吧，那你开演唱会叫张碧晨当嘉宾，可以，我到时候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嘛，我可能会叫一些朋友来，啊，叫一些朋友来给我当嘉宾啥的也可以，或者不当嘉，我为什么我第一轮1巡的时候没有找嘉宾呢？我说实话，朋友们，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谁也不认识。那个时候我刚踏入这行，我根本也没有什么朋友，我也不认识，我就跟人都是点头之交，啊，都是点头之交，就是那种啊你好 ，hello， 后来又没有聊过天儿，这次可以叫点朋友了啊。
有朋友说演唱会能叫黄子韬来吗？我问问他呗，看他给不给面吧。啊 ，call me， 我去邀请他啊。那我可能问问他，到时候再说吧，因为他那个啥，他不知道人有没有事儿嘛，所以到时候再说啊，到时候再说。小齐哥我肯定也会问一嘴的，但看人有没有时间嘛啊。其实我不太，我说实话啊，我不太好意思邀请人家啊，我不太好，其实是不太好意思的。为啥呢？首先有一点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邀请人来给不给人钱？朋友们，你们说给不给钱？给钱吧，你说给多钱啊？对吧？你知道吗？你打个比方，我说你来帮个忙，给了点钱，给了个心意，人家觉得你瞧不起人家啊。你给多了吧，其实你整个演唱会，说句实话，我唱酬都没有多少啊。1888，图个吉利是吗？所以就是怎么说呢？也会给的，也会不是也会给的，也会邀请的。到时候再说。第一是这个，第二是啥呢？第二呢，就是你知道吗？我就因为很多嘉宾是这样的，我怕打个比方，像人家那个都很红嘛，我一邀请人家，到时候人知道他来了，然后他们家粉丝再来买票啥的，好像搞得就是不太好，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不知道，我可能想的有点多啊。他家粉丝在买票，好像就是我利用我的朋友去卖票什么这种的，就是不太好，我就不知道，我可能想的比较多啊，不要嘉宾了，还是要吧，还是要吧，还是有一些关系比较近的可以来玩玩那种的吧，因为我希望，因为他给我串一下，我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舞台转换，或者是我有个更大的一个服装上造型上的大的改变。如果一直是我一个人撑的话，中间那个休息时间不会特别长啊，不会特别那个什么，所以先保密啊，先保密。行吧，朋友们，也差不多了啊。那也感谢今天所有好朋友的陪伴和支持。那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都过得愉快。咱们下次直播那就不见不散了，朋友们。我突然到了这个结束的时候，我就想说，很多朋友又想说那个马上直播关了之后，心里就会有一种空虚，有一种寂寞，有一种孤独感啊。当然希望你们也不要孤独，不要空虚，不要这个冷啊，然后一会儿可以再看一遍我的直播，可以用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起进入美好的梦乡，好不好？晚安各位了，晚安，做个好梦。谢谢，当然也谢谢今天所有在我直播间陪伴我的这些朋友们啊，可能我们是第一天认识，也可能我们认识很久了。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我叫刘宇宁。谢谢各位。拜拜，拜拜。